为什么？莫非是吴中前辈在界海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他无人能帮助大帝了吗？他已经奉献了一世，为了平乱，他失去了挚爱的女子。现在，难道要大帝拼去性命吗？哼！本族说过，吴中来了也阻挡不了这一时动乱。现在看来，连他自己也要葬进去。吴中，你貌似出了某种问题。你从界海归来，莫非是和界海中的存在交手过？不论如何，无能阻你。真是愚昧！你和我一样，都站到了这个世界的巅峰，却偏偏还无法斩断庸俗的七情六欲，为一个女子落魄心伤，为蝼蚁般的众生牺牲自我。你没有妄谈他的资格。哦，本帝尊倒是忘了，他也很傻，本有机会以仙心得道，却挖心成全了你。激怒我，你将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吴中，你远非鼎盛状态，更不可能是本帝尊的对手。那两人的战场可不是他能左右的。你们别忘了，君家神子也是圣体道态，他就是当世的吴中大帝。长生帝尊，我圣体一脉的圣，今日向你讨回。是他的发身，一定要成功啊！大帝，神子，帝尊大人无敌，镇压诸敌。帝尊乃当世之神话，足可一人盖压所有。如果杀了你们4人，再灭绝仙域众生，便可彻底打开成仙门。长生帝尊，你做不到。吴中，若是你巅峰鼎盛时期，的确有阻止我的能力，但可惜你出了问题，现在是强弩之末，你无力回天。你背后关联到天大的因果，莫非是那一位？他的才情倒是惊艳万古，连本帝尊都为之惊叹。可惜，你不过是一世躯壳罢了。至于你，圣体一脉竟然孱弱如此，那也应当灭绝了。若非是得到那人的一具残破法身，你连站到本帝尊面前的资格都没有。最后，是你。意外。你的确令本帝尊意外了，竟然能得到主祭令，伪装成第5主祭，这是连本帝尊都没算到的事情。而且，本帝尊看不透你。还好，你不是生在本帝尊所在的时代，不然的话，一个纪元的时间，你将有资格与本帝尊平起平坐。天哪！君家神子竟然能得到如此妖孽的评价，一个纪元成就当世神话，这是什么速度？一个纪元成就神话帝，君家此子值得这样的评定吗？一个纪元的时间，难道君家那小子就是传说中的纪元神话？一个纪元的神话？君家逆天的人已经够多了，不能再多一个。难道莫非那位艺术之王是？哦，看来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呢。长生帝尊，你错了。本帝尊错了。一个纪元太长，万年。给我万年时光，神话在我脚下。狂妄，狂妄！真是少年意气。不过，本帝尊会让你活到那时候吗？若敢动他，你会比他先死。神话面前，一切皆是虚无。不管此战如何，君家神子也算是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呀！长生仙经嘛，长生帝尊，这是你的本命仙经，但可惜
已经被我参悟了。没想到长生仙境落在了你的手中，那又如何？蝼蚁终是蝼蚁，只会用这种可笑的方法。3000大道，长生帝尊，你果然是走这条路。没错，3000大道。吾本以为自己能够依靠3000大道融会贯通，极尽升华，登临仙境。但是，吾错了。有一道法则是本帝尊，或者说世间无尽众生都得不到的，那就是命运。没有了命运，3000法则永远都不会齐全，登临仙道将永远都是痴心妄想。本帝尊不甘，吾乃永恒之长生天，不可能永远卡在这个境界，所以我最后的目标就是打开成仙门，仙域万灵乃至一切生灵，所有的所有都要成为一品，成就无之仙道。你若到本帝尊这个境界，或许就能够体会这种感觉了。不过那是不可能的。果然还是不行吗？无始之始，无终之终，天地终末，万道永神。妈的，人死鸟朝天，小爷我豁出去了！胖子，你在做什么？快回来！让他去吧。天公大帝！他奶奶的，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我去他大爷了！小爷豁出去了！军哥，我来了！他奶奶的，小爷我豁出去了！是死胖子，到底是？总算是成功了。天宫姐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鲁富贵是我鲁家先祖耗费心血遗留下来的杰作，是一件最顶级的准仙器，名叫炼世炉。只不过因为缺少仙道物质的原因，所以炼世炉才迟迟无法真正成为仙器。后来，或许是因为我鲁家先祖曾将蕴藏神魂的精血洒落在炼世炉上，所以导致了炼世炉在漫长的岁月中，竟是诞生出了模糊的意识，也就是鲁富贵。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就对外说他是我的子嗣。而现在，在得到了足够的仙道物质后，炼世炉终于是迈向了成就仙器的重要一步。他竟然是个炉子！我他奶奶的！没想到小爷真是一个炉子精。小主来帮你了！是无用，你们的反抗不过是螳臂当车，对本帝尊有用，谁能判罚吾？好，是吗？这就是你的手段吗？罪孽之力，本帝尊也是承载万千罪孽又如何？是吗？但你可知道，以多咬死象。帝尊，我家人列我亲故，你不得好死，我永生永世诅咒你。我会定狱厉鬼，就是办法，诅咒长生帝尊，断你成仙路。蝼蚁终是蝼蚁，哪怕联合起来，也休想蚕食9天真龙。太好了，君家神子的手段成功了！退了，长生帝尊后退了！大帝，大帝啊！梦姬前辈，不必说什么，这是我自己的意志。可是，梦姬前辈，你的伤……胡爱，本帝尊竟然受伤了，只是令他受伤吗？难道要用出那一招？
你们久违的让我体会到了那种隐隐的痛楚，这好像让本帝尊又有了一丝当初做人的感觉。在本帝尊还是人的时候，我也受过伤，知道那种钻心刻骨的疼痛。但是当我成就神化，成为真正的神的时候，我便明白了，卑贱的蝼蚁才会伤痛，只有真正的仙才能登上超脱之路。你们让本帝尊再度体会到了这种感觉，那我便赐你们死亡。逍遥，圣衣姐，你来做什么？逍遥，我明白我在做什么。世间有轮回，无始亦无终。圣衣姐，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圣衣姐，别冲动，我们能度过此劫。悲剧不该重复，世间也不该有这样的轮回。要重复那一个轮回吗？人类倒真是有趣的存在。你不必如此，他需要你的陪伴，你不该就这样逝去。梦帝前辈，可是我来助他度过此劫，或者说，我存在的意义，本就是为了帮助他度过此劫。梦帝前辈，逍遥，我的真名叫南柯梦。你要牺牲自我，你值得吗？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我愿意。梦帝前辈，南柯梦，你以为这样就能结束一切吗？梦，你是？难道你走出了那一步？怎么可能？长生帝尊，永恒不朽之长生天！难道真的要败了？长生帝尊不会有问题吧？南柯梦，一切都结束了。圣衣姐，逍遥，我不允许你做这样的事情，明白没有？答应我，别再做这种傻事。我答应你。太好了，宿命的轮回还是可以被打破的。君逍遥和圣衣都挣脱了宿命的枷锁。你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吗？这竟然还没死！诸位不必担心，看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无法再对仙域造成威胁。长生帝尊，你已无力回天。无中，你就那么确定吗？你无法再兴风作浪了，就让吾等为这一世动乱画下句点。帝昊天，帝昊天，你想做什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们打得越激烈，我看着就越舒心，而最后的赢家一定是我。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重生者，举世无双的重生者。所有大局，所有风云变化，我全都知道。你们所有人都不过是棋局中的棋子而已。不论仙域还是禁区，你们所有人，无中大帝、长生帝尊，你们都是棋子。只有我帝昊天是通晓棋局的执棋之人。
帝昊天，你还真是疯了！疯了？君逍遥，你错了。我说过，很快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将踏入成仙门中，极尽升华，而你们依然是凡俗中的蝼蚁。你能踏入成仙门？哼，因为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们才是棋子呀。黑暗动乱所凝聚的血迹之力，只能打开成仙门，却无法让人进去。只有它，也就是成仙门的钥匙，才能真正进入成仙门内。你们所有人，乃至9天禁区，都是在为我帝昊天一个人做嫁衣。手下败将，废话这么多。我是人中之龙，是这个大事的唯一主宰。前辈，我要成功了。没错，老夫的愿望也快达成了。仙庭圣皇进入了成仙门中了。逍遥，没事，成功了，我要成功了，再前进一步。怎么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长生帝尊，这是怎么回事？终于，该来的还是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前辈，吴老，多少机缘的等候，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是日之万物之时。这是什么声音？是从成仙门中传来的。什么？成仙门内有生灵存在？这怎么可能？万古无人能踏入成仙门，成仙门内又怎么可能会有生灵呢？莫非是传说中的仙界生灵？难道是真正的仙？是时，无是末。无是初，无是终，无是逆，无是万物的终极。无乃末日4天起之意，终焉的末世主暗地。这怎么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吴老吗？你也可以把本座称为吴老，那不过是本座的一道神念。可是为什么成仙门？本座知道你的疑惑，还记得本座帮你的原因是什么吗？没错，本座说过你要帮本座找到肉身，现在你成功了，终于让本座释放了出来。本座还要谢谢你。不对，我找寻石盘，打开成仙门，是为了极尽升华，不是为了释放你啊！而且我是重生者，怎么可能会这样？重生？你所谓的重生，不过是本座带给你的一世幻梦罢了。你曾经进入过虚天界，挣出了一块石盘碎片，那石盘碎片中附着着本座的一缕神念。你后来面如陈年，要留待黄金大师苏醒。本座便以无上之力量推算未来诸多因果，将其灌入你的陈年意识当中，让你产生一种自己已经活过一世，通晓一切的感觉，然后你苏醒，自以为自己重生到了这个黄金大师。其实你只是沉眠了一世而已，重生。神话里的能力，你扭转世界的阴影，气会落到你头上。
世忠不过是本座的棋子罢了。本座唯一无法推算到的因果，就是此子。我是棋子，我只是个棋子。一切都是因为你！君逍遥，我希望你能打败他。铁考天，你太骄傲，又太无知了。莫施主，本帝尊完成了这件事情，希望你也能遵守你的约定。那是自然。长生帝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所谓一世又一世的黑暗动乱，不过是本帝尊和莫世主的一个交易而已。其实你们要怪，就是怪皇帝了。若非是他将本座封印在了成仙门内，本座也不会想出这种办法。长生帝尊，莫世主，别冲动。残酷嘛，绝望嘛，就是这样的脸色，本座最喜欢看到。你越是绝望，就越能增强我的力量。我是世间的终极绝望。放心，更残酷的好戏还在后面。门都退下，这已经是本座一个人的舞台了。吾是灭世的剧作家，将为世间画下句点。长生帝尊，你骗了吾等！什么叫骗？这成仙门本就无法令人成仙。等到时候，莫施主告知了真正成仙路开启的时间和地点，本帝尊也会告诉你们。接下来，我们暂时恢复伤势，就在此看着莫施主所演绎的灭世剧本。看来这就是你们最尖端的力量了，但在本座看来，依然孱弱的可笑。暗帝，可能你不太清楚，同为末日4天启之一的终极恶祸，覆灭在我手中。哦，你倒真是一个异类啊！莫非是那种存在？如果能将你吞噬炼化的话，本座或许有一丝超脱的可能。神医姐，你快离去！逍遥，不用废话了，镇压你，还世间一个清明。镇压本座，史上最大的笑话。都来吧！百世动乱与浩劫的力量，还有屠戮众生的力量，都加诸在了我莫施主安帝身上。我也是才知尔等的谁？可惜呀，如果是无中大帝鼎盛的时期，绝对有一组末世主的能力。唉，大帝他本身就不在巅峰状态，先是与长生帝尊这尊神话一战，现在又血战末世主。唉，他已经够累了。哦，6人合起来能接本座一掌，看来还是本座小瞧你们了。若回到当年，我一人便可再将你镇压回成仙门。你是荒古圣体，后来又化为了先天圣体道胎。若给你足够的岁月，说不定你还真是第2个皇帝。可惜
在本座眼中已无威胁。大帝，请救救我仙玉！神子大人，请您一定要战胜黑暗，就如同覆灭异域恶祸那般。到时候我想走你。本座倒是很欣赏你们这些小白鼠的挣扎。事情周末由本座开始。不，怎么会这样？我的生命力在快速消失！不，诸位大人，救救我们！不，救救我们吧！谁来救救我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可就不妙了。我们君家倒是无所谓，但是整个仙域的气运将会遭到打击，万物将会失去平衡。莫施主，你这手段是否有点太绝了？你们掀起厮杀动乱，我苍族不管，但底层生灵死去太多，会影响整个仙域的天道平衡。本座行事还轮不到你们苍族来管，老老实实的跪搓着，别出来！莫施主，你可知道我苍族乃是上苍的子嗣？是，什么上苍的子嗣？便是真正的天道又如何？这只是仙域的天道，不是统领诸天的上苍。你们不过是一群狐假虎威的狗腿子。这样下去不行，仙域会有极大的损失。前辈，你不知我活尽一切，能否伤到他？哦，父亲大人，元彻，我的傻女儿，这不过是一道真灵罢了，牺牲了便牺牲了，只是以后你要多靠自己了。还要记得去追寻你自己的幸福，还有你，莫要辜负我的女儿，不然后果自负。帝君大人，古仙庭末代之主，东华帝君在此发令，古仙庭众将必将守护仙域。吾等遵令。恭送帝君。被震退了，莫施主被震退了几步。莫施主暗地究竟是何等诡异的存在啊！众生的贪吃嗔，无尽的欲望、暴力与破坏，你们真以为自己就是无辜的小白鼠，而本座是邪恶的大反派吗？错了，其实是你们每一个芸芸众生才成就了今日的末世主，而我末日4天起之一的战争，便是世间一切欲望、血腥、暴力、纷争的源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暗地的一部分。是我们亲手造就了末世主。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内心有欲望、暴力、破坏，其实都成为了末世主的资粮。也就是说，其实是我们自己毁灭了自己，所以迎来毁灭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算是我们活该吗？该死，末世主这家伙！大帝！这世间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没有绝望，也就没有希望。莫施主，你说你是由每一个众生的负面情绪所凝聚出来的，但那些光明、和平、希望在哪里？其实，希望就在每一个众生的心间。只要有希望在，
就会有第2个皇帝、第3个皇帝站出来镇压你，你将永世不得超生，找死，本座成全你。他，难道？大帝啊！你怎么可能？大帝重返巅峰了！大帝不败，万世无敌！大帝无敌！你这是困兽犹斗吗？暗帝，敢一战否？赐你一死又何妨？世间有轮回，无始亦无终，无身贯轮回，命逆苍天。谁敢立于本座之上？吴中前辈，成功了！吴中大帝将末世主镇入成仙门了，就如同当初的皇帝那般。大帝成功了吗？末世主，如果一个濒死的吴中大帝就能让你同归于尽，那你倒是有愧末日4天启的身份。结束了吗？大帝，吴中前辈，大帝怎么了？其实，早在他死去的时候，我就应该死去了，但我放不下这苍生执念。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苍生，不负情。而现在，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的使命结束了。生前难两全，死后常相伴。让你久等了。大帝，您太累了，请您安心而去。恭送吴中大帝！我终于可以休息了，陪他一起去，而接下来就靠你了。另外，还有界海世界中的隐患，我将一些信息记录在了吴中之钟内，也拜托你了。世间有轮回，但我不希望你继续我的轮回，你要打破这轮回。施主还活着！该死！吴中大帝，你果然是一个疯子！在本座的灭世剧本当中，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异类？不过好在他太过愚蠢，如果他继续蛰伏修炼，说不定还真是第2个皇帝。不，他巅峰时期已经不比皇帝弱了。你懂什么？真以为吴中前辈不懂得蛰伏修炼吗？只不过他早已心怀死志。当然，我也不指望以你的思维能够理解人类的感情。伶牙俐齿的小家伙，但你们没人清楚状况吗？没了东华帝君，没了吴中大帝，就凭你们几个靠着法身残躯才能勉强一战的蝼蚁，也敢在本座面前大放厥词？刚好本座现在情绪有一丝怒意，就拿你们发泄吧。无谓的抗争，不过是早一刻晚一刻的区别。这就是末世主所主宰的世界吗？不，末世主，这样死寂的世界，
对你来说也没有好处吧？没有了一切生灵，战争、祸乱、暴力也都没有了。你们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没了9天仙域，我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去界海世界，去源头之地，甚至是去……我不同意。你的确有些特殊，但想阻止本座，痴人说梦。本座可不是终极恶祸。结束了，万道在吾手中沉沦。无所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生死何患？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目前会员人数已经足够博主持续创作。即日起，主页不再展示会员通道。如果还想要提前观看的铁粉，需先加会员审核群，合格后才能正式加入。之后进群会越来越严格，已加会员看好自己手上的这张门票。当然，没有加入会员的粉丝们也不用慌，至少你们现在可以看的比以前更多一些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谁？难道是父亲？有人要争地？难道这股气息是？这是？这气息，难道是无悔？他来了。无悔，君归来兮。君归来兮！神王，是白衣神王大人。无悔神王，真的是他吗？无悔神王，向您归来！汝等正道，赐予帝座，乃诸帝之主，众神之王。这怎么可能？赐我垂帘，天道不够资格。我还要一战末世主，平定此时动乱，没时间与你天道纠缠。又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角色。唉，又是一个无中一般的人物啊！此人突破怎么会如此恐怖？放心，越是妖孽，他就越是不可能活下来。末世主不会允许这样的存在存活下来。恭喜神王正道！这真的只是正道成帝吗？怎么感觉那气息和一般大帝根本就不是一个层级的？一气化三清正道，果然恐怖。无悔不愧是继弃天元祖后，能绵延我君家万世气运的顶梁柱。他的子嗣才是最妖孽，可惜成长的时间太短了。哦，有趣。没想到本作的灭世剧本里还会有如此意外的一幕，连本作都好奇了，君家这位能排到多少名呢？万世帝邦百强榜单，君家又多了一个。这万世帝榜，难道是为君家专门定制的吗？超过了！神王大人超过了羽化神朝的开国太祖羽化大帝。巨兄，日后你的名字也会在这万世帝榜上光辉万代吗？又超过了，超过了秦家的始皇大帝。无悔连老大都超过了，要结束了吗？神王无敌，白衣神王横扫当世，无悔神王将镇压此世之乱。父亲，以君家神子现在的妖孽天资，如果能安然度过这场动乱大劫，将来超越他的父亲，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可不一定。
有时候天资越妖孽，正道也就越困难。饶是神王大人也耗费了这么长时间才正道。哼，不过我倒是期待了君家神子正道成帝的那一天。对呀，难以想象那将是何等场景。君家神子又会创造何种惊人的奇迹呢？古今第10人，君家倒是又出了一个逆天妖孽。再强的种子，若是扼杀于萌芽，也将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可惜了你的天资啊！父亲，要当心。逍遥，你做得很好，为父为你骄傲。记住，你一定要超越为父，超越元祖。君家日后的顶梁柱是你。唉，可惜没时间。末世主出来的太不是时候了。如果再给无悔1000年时光的话，让他巩固修为，他绝对有能力独自封印末世主。无悔，你给我回来！我竟能看到此等剑意！先此剑，不错的宝贝。怪不得神子能干下当世，号称年轻一辈地狱，真是不负无犬子啊！好在这一招。父亲，无悔，神王大人，神王大人。古今第10人将扼杀在本座手中。父亲，咦，没有人能熄灭世间一切星火，纵百战而死，君子亦无悔。希望神王大人能赢。神王大人是我仙域的守护神，唯一的救星，我愿永世膜拜神王大人。希望他能成为我们仙域唯一的火光。找死！绝无悔！你万世浩劫的力量都加注在本座身上，既然你这么想死，我成全你。原本这是血祭世间的大阵，现在就先用在你身上。一人就能让本座解除血祭大阵，你就算死，也足可名留万古了。这血祭大阵一点点炼化你的肉身，炼化你的灵魂，刚好让你们君家人看看，你这个古今第10人是如何湮灭在本座手中的。就让本座替你写下结局吧。古今第10人于血祭大阵中陨落。实力还是不够吗？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为逍遥还有所有人争取时间。末世主，你所谱写的灭世剧本里应该少了我吧？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这个唯一的漏洞将会让你的整个剧本都化为飞灰？无论你有何特殊之处，但蝼蚁就是蝼蚁，哪怕你是一只特殊的蝼蚁，也无法改变本座写下的结局。逍遥，快离开！一念神魔，唯我无双。那股力量怎么会？你是怎么得到那股力量的？这样一来，就更要镇压你了。将那股力量提炼出来，竟然是恶祸的法。上次也是，最后是神子打败了终极恶祸，拯救了仙域。难道这次也是如此吗？希望神子能再度创造出来一个奇迹。你的确给了本座太多意外，但可惜，强者生，弱者死，这是你无法改变的结局。不过，你若愿堕入黑暗，站在本座这边，说不定
本座会让你成为仙域的统治者。怎么，觉得条件不够？那日后本座覆灭哪一界，哪一界就可归你所有，如何？失去了一切，即便站在巅峰又如何？而且，我的父亲教导过我，君子立命，一生无悔。若是后悔，那我君逍遥便不再是君逍遥。好，既然如此，本座便让你父亲在你面前死去，看你的信念是否还坚定。这，父亲。对了，那是，应该是那位。这是吾等参见气天元祖。君气天，你怎么能出现在此？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君气天，你不能再回来介入仙域之事。臣以为吾不敢灭苍族。君气天，你还未能成功踏出那一步，始终要受到仙域天道的约束。约束？天若不从，吾命弃天。这仙域的天，我君家说了算。一掌而已，你这是在蔑视本座！成功了吗？君家，可恨的君家！既然如此，本座便要吞噬仙域君家的所有血脉，一个都不留！谁敢妄言覆灭我君家？真正的仙来了都做不到，何况是你这苟延残喘的末世主！父亲，逍遥，别过来！可是父亲，你是君家未来的顶梁柱，你的目标不是神话，而是成仙。你要去追溯我君家的过去，去追溯那源头，去追随弃天元祖的步伐，这一切都得靠你。你现在活尽一切，牺牲自己，是对君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身边的人不负责任。所以，这一切就让为父来结束。无悔，你给我回来！我君无悔，此生不负天地，不负苍生，唯独对你和逍遥。神王啊，神王！如果我能更强的话，圣一姐，你这是在做什么？逍遥，没有了我，还有洛离可以陪伴你。但是你的父亲只有一个，我不想看到你的余生都有遗憾，都活在自责当中。可是，为什么？明明已经摆脱了宿命，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明明还有其他办法，你这是……逍遥，不要为我伤心，这是我愿意承担的宿命，它是属于你的。不，逍遥，别抗拒，你难道要拒绝我的真心吗？可是，我们才办完订婚宴，我还没有完成对你的许诺。逍遥，我说过，不论以何种形式，我会在离你心最近的地方陪伴着你。逍遥，去改变这个结局吧，
你的父亲，还有所有人都需要你。君当做磐石，妾当做蒲草，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四魂之花，难道那个方向是无边界海？这是一种轮回吗？难道真的会是那种宿命？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拯救县域的英雄，需要去承受这种伤痛？圣衣，逍遥，父亲，孩儿无事。逍遥，你不必忍住情绪。是真的无碍，莫世主没死，我怎会甘心？本座最喜欢欣赏尔等绝望的表情，这应该记录在本座的剧本上。怎么回事？莫世主准备好迎接自己的死亡了吗？为圣衣，为梦帝，无中大帝为所有因你而逝去的生灵，偿命！请众生借我一切因果愿力，化为灭杀黑暗的力量。就凭你，即便是完整的先天圣体道胎又如何？哪怕是无中，也得败在本座面前。啊！怎么可能？那是命运！怎么会？难道真的有人能把握到一丝命运？那气息，没错，宿命的气息。怎么可能？君家此子怎么可能勾动一丝冥冥中的宿命？他究竟何德何能？为什么我们苍族乃是上苍眷顾的种族，都难以把握一丝冥冥中的宿命？为什么？为什么这君逍遥能够勾动宿命？仙风，此子竟然掌控了真正的仙道法门，而且在仙道法门中也是极为精神的存在。不过，此子现在境界催动此法，必定会付出无法挽回的巨大代价。最好的结局，或许是他和莫世主同归于尽。君逍遥，以你现在的境界，施展出此法，只会把自己的命也丢掉。圣衣姐，甘愿为我而死。梦帝献祭了自己，无中前辈将自己最后的命运都燃烧。相比于这些付出，我君逍遥的付出又算什么？只要能灭杀你这幕后黑手，我君逍遥愿意献出一切。诸位，借我因果。这是我江家天机大帝江上占卜用过的一块盔甲，不知算不算是因果？拜见天机老祖。哦，竟然有人能唤出老夫的一缕真灵，原来是君家后生，不得了啊！如此境界，敢一战末日四天下队。既然如此，老夫帮你一把又如何？原来如此。主人，还有我的。神子大人，我愿意将此物给你。神子大人，此乃我族老祖曾经的遗物，也借给神子，镇杀莫世主。大家所有人都尽一份力，仙域不能光让这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所有人都是仙域的一份子。给本座滚开！你齐了！你们快出手，灭杀此子！你们挡不住本帝尊，是吗？那若加上本宫呢？轮回仙主，你可是曾经的第五主祭，也曾参与过大清洗，现在真的要站在吾等的对立面吗？没错，
你不是很痛恨吴中吗？现在吴中的传人就在那里，你可以和我们一起杀了此子。吴中既然已经死了，那本仙主和他的因果也算了断。现在，本宫有了一个新的交易，就是保护那小子，不然，本宫就要重修一世道光。本宫可不认为你们这些无情无义、毫无感情的家伙会帮助本宫重修。轮回仙主，你可想好了？既然背叛我们，那日后9天将没有尔等的余地。哼，9天。此战过后，9天禁区是否还能存在还是两说。现在，先想想你们自己的性命吧。轮回仙主，你以为自己能洗白吗？你手中同样沾染了仙域亿万生灵的鲜血。那又何妨？本宫行事纵情肆意，想杀谁就杀谁，想保谁就保谁。本宫不必洗白，生杀予夺，我自己说了算。怎么，莫施主，原来你也有紧张害怕的时候？真以为本座会怕吗？在本座的字典里没有怕这个字。君公子，这个给你。这是参见羽化太祖。仙域竟有此大劫，既然如此，不助你一臂之力。谁敢放言要灭仙域？君逍遥是吗？吾子就拜托你了。现在不助你一臂之力。啊，君逍遥，你竟然还有这种先发大计！看来你有希望终结末世之祸。仙域此劫，天地之悲。君逍遥，你没让我失望。仙域竟然有此大劫，无知传人，一切都靠你了。莫施主，今日你必沦亡。那朵花，你给他用了。他很幸运。抱歉。不必说抱歉，他对你来说也很重要吧？我会助你度过此劫。到底在哪里？再变得更强一些吧。对了，差点忘了最为重要的一位。解铃还须系铃人，皇帝和你是一切故事的开端。既然如此，他当然也要见证你的终末。皇帝，莫施主，你也有今日了。无数年的等待，即便天地黑暗，万道沉沦，你想看到你的终局如何？果然如此，圣体一脉就是你的宿命与克星。而这一次，我圣体一脉的后人会将你彻底抹除于这世间，还天地一个清明。诸般因果，尽加无身。这就是恐惧吗？莫施主暗地，这不是我君逍遥一人之力，而是整个仙域万里对你莫施主的绝杀复仇。你的剧本终于要迎来大结局，但这个结局不是由你谱写的，而是所有仙域众生替你写下的句点。万叶镇魔拳。本座的剧本
怎会是这样的结局？算尽了一切，却没有算到你这个漏洞。不过，黑暗不会结束，除了战争和瘟疫，还有饥荒和死亡。灭世的剧本并不会完结，伟大的黑暗源头终会将世间的一切都葬灭。末世主死了。本帝尊的成仙之路，难道只是一场虚无的幻梦？为什么命运要这样对待我？我想成仙，有错吧？逍遥，如今我们再想镇杀长生帝尊等人，代价太大，而你也不能再挥出第二拳了。逍遥，诛仙4剑能够结成诛仙剑阵，我们先将长生帝尊等人封印在归墟之地，等日后休养生息了，再想办法彻底灭绝他们。父亲，听你的。诛仙、绝仙、现仙、入仙，难道你们要？君逍遥，你毁了本帝尊的一世成仙梦，本帝尊要你死！还不明白吗？你们大势已去了，万事到头一场空。本帝尊乃永恒之长生天，谁能阻我成仙梦？你们等着，也不会就这么结束。本帝尊的成仙路会就此断绝。结束了，彻底结束了。我看到了光，那就是吴中大帝所说的希望了，在我的心中诞生了。啊，可惜有太多的悲伤，太多的人逝去了。逍遥神子，有你在，是仙羽之幸啊！小子，本宫不允许你死，不然到时候还要连累本宫重修一世道果。本仙主也想要此子活下来，而且本宫与长生帝尊等人其实也没有太多联系。当初成为主祭者，也不过是闲得无聊，找点乐趣罢了。算了，现在还没结束，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清算。9天禁区，世世代代血祭仙域，而今是我仙域反攻9天的时候了。杀！反攻9天禁区，血债必须血来偿还！快退！现在想全身而退，做梦！9天禁区犯我仙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先停！9天禁区，倒是也有不少不地府感兴趣的血脉。我苍祖乃仙域规则的执行者，而等9天禁区打破这个规则，便要承担后果。苍祖，9天禁区就这样结束了。景逸，仙魔图你到手了？已经到手了。没有想到君公子真的以一己之力扭转了黑暗动乱的结局。是啊，此子若生在我姬家，何愁我姬家不能崛起，成为第2个君家？对了，景逸，你貌似和君逍遥有几分关系吧？如果你能和他……青衣没有这种想法。说是这样说，但以君逍遥那出手的强度，一定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他能不能安然活下来还是两说，即便能活下来，估计对他的修炼前途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可惜了。没那么简单的。他做任何事情都会提前想到后果，
君公子可不是一个头脑冲动的简单人物。现在你们还觉得，当初君公子的告诫是对我们仙灵的蔑视吗？那是救了我们仙灵一命啊！他真的做到了。杀！覆灭霸体祖堂，霸体一脉该杀，该死！圣灵岛一定要灭，这是圣灵之躯在仙域安插的棋子。还有妖皇古洞和龙王殿，不管他们如何辩解，不死古皇和龙腾古皇亲手参与了屠杀。不，这只是霸族个人所为，与我等无关呐！霸体一脉，你们和圣体相比，我觉得羞愧吗？圣体一脉世世代代守护仙域，一直在与末世主和黑暗动乱战斗，而你们呢，却是黑暗动乱的帮凶。不必和他们废话，灭除霸体一脉，杀！该死！可霸体一脉不会灭绝。瑶儿，你现在还觉得爷爷带你去参加订婚宴和君公子讲和是一件坏事吗？你现在算是仙域最后的霸体了。君家，你们这是做什么？我圣教并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仙域的事情。你们曾经想对我族神子不利，神子是仙域的英雄，你们敢对他不利，就是对仙域不利，同样是毒瘤，要铲除。该死！若不是我教真主不在仙域，岂容你们放肆？逍遥哥哥，逍遥哥哥，我没事。逍遥，误会，逍遥他。放心，不论付出何种代价，我不会让逍遥出问题。洛离，还有诸位，有一件事可以告诉你们，圣衣他可能并未彻底逝去。这孩子还是太压抑自己了，都心痛到思维失常了。逍遥哥哥，虽然我也很想念圣衣姐，但是是真的。一番诉说之后，在场所有人都是目光震动。圣衣的魂融入了四魂之花中，化为4片花瓣，投胎转世了。没错，这原本是鬼命女帝给我的保命之物。的确，这四魂之花仙域难寻一朵，的确有保命之效。但这种保命方法却有一个最大的弊端。什么弊端？此花虽然能保住人之魂魄，但因为其花瓣4分，所以会形成4魂，分别是天魂、地魂、人魂、生魂。这4魂分开，将没有一切生前记忆。若没有外力影响，使得4魂合而为一，那江圣一也不会再出现。只有4魂合一，再通过生魂，也就是生命之魂，连接彼此，彻底提取出记忆，那江圣一真正的灵魂与人格才会归来。二祖的意思是，4魂可能会化为4个不同的人，需要将其全部找到，再通过一些手段将其合而为一，才能让真正的圣衣回归，而且拥有全部的记忆。没错，大致就是如此，但难点有2。请二祖细说。第一，4魂应该是自愿融合回归的，若是有抗拒，失败还是小事，甚至有可能彻底影响融合。这第2嘛，便是这天大地大，想要找到4魂，的确如大海捞针。我知道圣衣的4魂投向了哪里，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界海世界。看来你把握到了一丝脉络。太好了，圣衣还有活着的希望。如果能够找到4魂，重新让圣衣归来，那么他或许有可能走出连西王母大人都没有走出的那一步。西王母大人修炼到了12窍仙心的境界，这个境界的先天道胎有一丝成仙的可能。但传闻在12窍仙心之上还有一个境界，那就是大道仙心。若是能凝聚出大道仙心，那基本上是拥有成仙之资。本来西王母大人是有这个潜力，能凝聚出大道仙心的，但他为了吴中大帝，甘愿献出一切，
最后香消玉殒，断绝了道路。原本圣衣也该是和西王母大人一样的宿命，但如果像君公子所说，圣衣能够借助四魂再度回归，那么他应该很有机会能凝聚出大道仙心，在日后登临真仙之位。我要去界海。逍遥，哎，逍遥，也实在是太乱来了。虽然你体质特殊，寿元远比一般修士要长，但毕竟还没正道，始终有个限度。你那仙道法门会消耗你的寿元与气运，以后千万别再动用了。诸位老祖不必担心，哪怕是为了找回圣衣，我也一定不能让自己出事。可惜你寿元将近亦是事实，即便找来仙药，也难以彻底弥补，会影响你以后的路。本宫倒是有办法救这小子，你们不想听，那便算了。有什么办法？放心，本宫也不想让你死，那样会影响到我。我知道在堤坝世界有一口轮回井，通往界海世界。那轮回井若以强大的实力，再加上轮回神物的辅助，则可助人灵魂转世，投胎入界海。你现在寿元将近，即便找来仙药补充，也还是会影响你。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胎重修一世，那就不必恢复伤势，直接蜕变出新的一世，寿元也会重新补齐。不错，不错，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既然难以彻底恢复，那不如就蜕变出新的一世。而且以逍遥的资质，若蜕变出新一世，那他的根基将会更加稳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强大。不过这样的话，那我的记忆……放心，本宫既然提出了这个办法，自然能帮你保留记忆。那轮回神物，指的应该就是6道轮回仙根吧？没错，用这一方法需要强大的存在帮助，加上轮回神物，而且要轮回者本身元神还得足够强大，能承受住这种轮回波动。而你小子，条件刚好都具备全了。如果这一方法能成功的话，那重蜕一世身的逍遥，天资实力将无法想象。没错，逍遥新的一世身，修炼速度恐怕将会超越古往今来所有的存在。不过现在有一个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逍遥他可能会投胎到哪里。本宫只能帮助他通过轮回井转生，但无法控制他转生到哪里。这……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二祖的意思是……你们难道忘记了一祖在界海吗？对呀，差点把一祖给忘了。他好像在纪元之前就已经去往界海了吧，至今未归。没错，逍遥虽然转世，但他的血脉和灵魂依然是君家的。以老大的眼界，自是能感应到逍遥是君家人。而且这么多岁月过去了，以老大的实力，哪怕没有组建势力，那也应该是威震界海的存在。不愧是君家呀，不论到哪里都有君家的人脉和势力。逍遥，我也有一位追随者，在许久前就把他派去了界海，到时候表露你的身份，他或许会帮助你。孩儿明白了。逍遥哥哥，如果你去了界海，那么我会把圣衣姐完完整整的带回来。洛离相信逍遥哥哥。逍遥，你放心退出新一世，至于归墟之地和长生帝尊，我自会关注。不过为父相信，要不了多久，你就有能力从界海归来，亲自解决这一切。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不过此事不能泄露出去。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家人不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娘，这就是孩儿为什么要修炼到巅峰的原因。只有当自己的力量强到能改变世间一切规则的时候，那时候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这或许就是成仙容易，逍遥难吧。为父相信你会有这一天的。
烟是黑货，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他的东西，本宫不喜欢看到。既然不喜欢，那你可以选择不看。你可别忘了，是谁想办法要救你。你救我，我很感激，但这并不代表你能对我指手画脚。哼，本仙主可不是非要赖在你身边，而是这里的其他人都对本仙主畏如蛇蝎。哼，就因为我曾当过第5主祭，好像只有你并不介意本宫曾经血屠过仙域万灵。为什么要介意？哼，你现在可是仙域众生敬仰的大英雄，甚至被认为是吴中这家伙的接替者。你难道不为仙域众生着想吗？英雄？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英雄。如果当英雄的代价是要让圣衣去死，那爱谁当谁当。但是没办法，这次动乱将我和君家都卷入其中，那我也只能一手抚平这动乱。叫去爸爸来听听。爸爸？乖，爹去界海之后，希望你可以稍微关照一下君家和君弟弟。你，哼，混账！希望你投胎到猪身上。难道真会投胎成二师兄？拿出轮回神物，其中的每一个点都是界海中的一颗生命古星，一个小世界。那是界海内的广袤无人区，是最为凶险的地方。无人区？你准备好了吗？逍遥，你的双身应该可以分离。应该无碍。既然如此，那我便分开吧。难道说，在界海世界当中，有和我一样的命运虚无者？有意思，这界海之行，倒是越来越令人期待了。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越来越期待了。期待？你就不怕真的投胎成猪？哪怕投胎成猪，我也能成为在世妖皇。这小子，可千万别死在界海。我相信，逍遥很快就能安然归来。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十里桃林之约，勾直起誓，永不忘。逍遥，我等你回来。逍遥哥哥，陆离会等，会一直等下去，等你和圣衣姐携手归来的那一日。此刻南斗世界东玄星域玄圣古星，天险异象，乾坤颤抖，天地精气沸腾，万星暗淡，仿佛要迎接某位无上存在的降临。这异象未免也太恐怖了吧！女帝大人的子嗣究竟有多强大呀？怀胎9年零5个月，这是95至尊呐！难道女帝要生下我南斗世界的世界之主？难道是龙凤胎？地星降世95之尊，难道玄天女帝诞下的胎儿将是日后的南斗世界之主？哼，就这等异象，尚不能确定那胎儿究竟有几分能力。这难道是先天圣体道胎？传闻曾经有一位自界外而来的先天圣体道胎，一人深入无人区最深处，大杀四方，忙得一塌糊涂啊！这是先天圣体道胎，只要不夭折，那就是日后的南斗世界之主。好在我冰雪女神殿和玄天神朝关系尚可，快想办法与女帝之子联姻。撤！
3件先天地器，这到底是何种存在？芷兰，太好了，这可是一尊先天圣体道胎，真正的先天圣体道胎呀！而且还身怀3件先天地器，天哪！对了，芷兰，给这俩孩子起个名字吧。他们姓云。云逍遥，这莫非是天赐真名，上天赐予的名字？只有来头极大的存在才能拥有真名。难道这孩子是什么大帝转世？君这一姓氏，令我联想到了界外一个无比神秘的家族。我不管他是什么转世，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来历，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孩子，我的骨血。这是当然，这孩子可是我玄天神朝的希望呢。没错，不管怎样，他是我玄天神朝的弟子，这一点不会改变。既然他真名君逍遥，那辅以云姓，便取名云霄吧。云霄，好名字，腾云9天，逍遥世间。和这孩子的圣体道胎相比，什么元祖神朝的元帝血脉，离火圣教的太炎神脉，都是渣渣，他们给萧儿提鞋都不配。有了先天圣体道胎，我玄天神朝可称霸南斗世界。老三，你格局小了，先天圣体道胎再怎样也该是位宇宙之主吧？诸祖，你们都错了。哦，区区宇宙之主算得了什么？我和他的孩儿，将来注定要立于界海之巅，成为整个无尽界海最尊贵的人。整个南斗世界都是持续沸腾。然而让人疑惑的是，之后却并没有传来太多关于玄天少帝的事情。云溪，女帝之女，先天圣体道胎的龙凤胎妹妹，在这15年间，身为从生下起便最亲密的存在，她却从来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哥哥，云溪就要前往虚空裂隙了，听闻那里通向广袤的无人区。哥哥，我会努力，让人知道我们兄妹不是好惹的。哥哥，你什么时候出关啊？云溪想见你。多谢云霄哥哥，希儿一定会努力的。见过云溪公主。香烈，这次可不能丢了玄天神朝的脸哦。怎么了？没什么。哦，对了，这次少帝还不出关吗？没有，不过。是吗？不过少帝殿下他总是如此低调，这对我神朝而言影响也不太好。香烈，最好别说我哥哥的闲话。抱歉，是属下僭越了。不过这次历练，属下一定会保护好公主殿下。随着君逍遥闭关的时间加长，很多人也开始认为这位圣体道胎在修行之路已经荒废，再强的天赋都会大打折扣。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在闭关15年后的某天，这位少帝做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命人前往冰雪女神殿退婚。无法与少帝大人联姻，是雪薇的遗憾。那就好，多谢雪薇姑娘的理解。雪薇，你就这么答应退婚了？先天的体质是成为强者的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因素是自身的强大意志。少帝的天赋没人可以否认，堪称古今无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少帝强大的修炼意志，而且雪薇也不想被人认为是想趋炎附势，攀附少帝。唉，也罢，只要你日后不后悔就好。如果少帝日后觉醒了修炼的意志，我会祝福他，但是我不会后悔答应退婚。15年了，难道是因为我之前收割的幸运之子太多了，所以气运累积到了连我都无法想象的地步？
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已刷新，请在虚空练习签到。签到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被触发，看来是要出关了呀，该出门了。这五儿，你终于出关了。娘，小儿，让为娘好好看看你。小儿，为娘才生下你没多久时，你便一个人开始闭关修炼。为娘几年也难得见你一次，甚至为娘觉得，小儿你是不是讨厌为娘了？哦，对了，小儿，等你变强之后，一定要把你父亲暴打一顿。哼，那个负心汉，刘夏种说跑就跑了，也不管我们母子。对了，小儿，你这次出关是为了什么？我想去虚空裂隙历练。的确，小儿过于低调也不好，该让世人看见你的光芒了。小儿，这是为娘的一位心腹，修为在至尊境，境界虽然不高，但好在中场可以豁出性命。当你的护道人，护你这次行程，应当无虞。琉璃，你可不能把主意打到我儿子身上，他还小呢。奴婢岂敢？不过玩笑罢了。当然，我儿若看上你，你也懂得。陛下放心，琉璃定然会为少帝殿下献出所有。这世人眼拙了。少帝殿下，这种子已经种下，就等开花结果，然后收割了。在这茫茫无边的界海之内，诞生一位鸿蒙道体，应该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吧？那位是天阳宗的年轻道子，果然前来了。传闻天阳宗的九阳诀被他修炼得炉火纯青。哦，还有羽圣宫的将女，果然姿容不凡，气息也很强大啊。元祖神朝，难道是那位元帝18子小元王来了吗？这种等级的历练，以18帝的性子，的确是懒得来。他不来才好，不然这次历练将没有悬念，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倒也不能这么说，别忘了玄天神朝的那位少帝。你说那位宅在玄天宫15年不出的圣体道胎？切，当初还有人预言说啊，若让圣体道胎成长100年，我元祖神朝必灭。现在嘛，好笑，真是好笑。一个修炼出了问题的圣体道胎，也能威胁我元祖神朝？我倒是希望这次历练能见到那位云霄少帝，看看他究竟是何等超然之姿。哼，我哥哥也是你们这群宵小能忘乱的存在吗？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啊？看来你那位圣体道胎哥哥又不会出现了。诸位，历练前夕如此针锋相对，不太好吧？原来是雪薇姑娘。不过，你已经不是那位少帝的未婚妻了，也不必护着玄天神朝吧？这和雪薇是不是少帝未婚妻无关，只是历练之前不必如此冲突。好吧，看在雪薇姑娘的面子上，就算了。不过这次啊，玉姬公主，我们可以比比看嘛，哪家斩杀的丧妖更多？这群家伙，真是嚣张！雪薇圣女，这些年你可曾有过一丝悔意？不曾有过，是吗？这就是丧妖吗？不愧是冰灵神体。哎，那是离火圣教的天才，不过那位身怀太炎神脉的天骄，貌似并未前来。那也正常，这种等级的历练无法吸引到那种顶级天骄。怎么回事？那是丧妖潮！好强的丧妖潮，其中甚至还有大圣级别的丧妖。这次历练的难度等级提升了不止10倍啊！公主殿下别急，属下来助你。看来云溪公主还是坚持不住了。这次历练的头名是我元祖神朝的了。我还能坚持，不能丢了玄天神朝的脸，
更整丢了母上和哥哥的颜面。不妙！阁下且慢，我有一些话要与你说。给我让开！公主殿下。这一次，记住了。哼，不对，这绝不是你的力量。莫非是玄天女帝给你护身的至宝？没错，一定是玄天女帝的护身至宝，不然不可能有如此威力。原来不过是作弊而已，这算什么本事啊？不是，这不是母上赐予的。算了，别吵了。虚空裂隙应该就在星源最深处。结束了吗？难道又是丧妖？不对，那气息，那是什么东西？是人吗？怎么感觉不太妙？不管怎样，先杀了再说。久违的美味呀！你们人族只配成为我八族的血食。快撤退！是无人区的黑火族群，各族天骄撤退，其余人先灭杀黑火族群。出手吧！这一方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生灵血食。是啊，有多久都没开荤了。美味的鲜血。公主殿下，眼下情况危急，我护送你们离去。我闻到了美味的血肉。该死！哥哥。好一件至宝，而且那个少女竟是玄者的体质。如果献给王上的话，他一定会很喜悦吧。等王上跨界而来，整个南斗世界都将沦陷。现在讨好王上，说不定将来我也能得到天大好处。放肆！敢对我玄天神朝公主出手！哼，小姑娘，放心，不会让你立刻死去的。好一件神兵，竟然能自主攻击。不过，毕竟没有人操控。该死！你惹怒本尊了。看来今日玄天女帝要丧你啊！敢动我妹，找死！这道身影是……难道哥哥？云溪，表现不错。先天圣体道胎。恭喜宿主到达签到地，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8星奖励，拔族地理珠。拔族地理珠，这是什么东西？你的实力。对了，还有一点麻烦没有解决。至尊，15岁的至尊，至尊境的先天圣体道胎，这是最好的血肉。少帝殿下小心！剑来！没事吧？麻烦解决了。这就是先天圣体道胎的妖孽之处吗？15岁的至尊，不对，哪怕是先天圣体道胎，也不至于妖孽到这种程度吧？这已经不正常了。而且别忘了，他还一剑斩杀了天尊，越阶斩杀，这是破禁级的存在啊！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孽呀？那口剑胎也是他的。云溪，你没什么事吧？
没事。不必紧张，和自己的哥哥还这么生分吗？只是没想到哥哥会厉害到这种程度。吾等拜见少帝殿下。多谢诸位对云溪的照顾。多谢少帝殿下。对了，之前公主殿下遇到危险，我们要出手时，元祖神朝的人。我们走。慢着，你想怎么样？虽然我妹妹现在没事，但你们还是要付出代价。云霄，你敢！云霄，我们是元帝的子嗣，这次算我们错了。哥哥，这……他们让你陷入危险之中，那他们就该死。哥哥，属下参见少帝。属下愿意追随少帝殿下。我暂时没这个打算，是属下唐突了。奴家参见少帝殿下。你是？奴家白雪薇，来自冰雪女神殿。哦，原来你就是我曾经的那位未婚妻。原来少帝殿下还记得奴家呀？之前少帝殿下要退婚，不是雪薇圣女亲口同意的吗？可是现在，你傻呀！那时候有一些对少帝殿下虚无缥缈的流言蜚语，估计冰雪女神殿和雪薇圣女都信以为真了吧？那现在雪薇圣女是要挽回遗憾了？废话，少帝大人这般妖孽天资，别说南斗世界了，那就是整个界海都找不出一位。换作是我，那就直接抱大腿，哪怕脸都不要了。我当然记得你，其实我还要多谢你。少帝殿下谢奴家什么？之前那婚约不过是母后定下来的糊涂账。原本我想退婚时害怕雪薇姑娘你会介意，但雪薇姑娘你却如此通情达理，不吵不闹，直接答应退婚，倒是让我有一丝愧疚之意。云溪，走吧。那个哥哥，怎么了？哥哥能叫我希儿吗？好，希儿。好了，差不多也该回去了，这件事也该跟娘说一下。我们3个人终于可以聚在一起了，母后一定会很开心。小儿，希儿，母后，母后，你知道哥哥有多厉害吗？一剑斩杀了传说中的黑霍族群，连天尊都杀了。这些为娘都知道了，为娘还是小看了你哥哥呀。娘，关于黑霍族群的事，您知道多少？接下来，南斗世界绝对不会平静，可能将有大波澜发生。娘，孩儿对黑霍族群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小儿，每当虚空裂隙出现，若有黑霍族群现身，那就证明了这个世界被黑霍族群盯上了。而一个世界若被黑霍族群盯上，那唯一的下场就是彻底沦陷，万灵消亡，化为一方死界。整个世界的本源都将被黑霍族群吸收，他们如同吸血鬼，如同蝗虫，所过之处诸界破灭。我们南斗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浩瀚无边，一般的拔族是无法攻陷的。为娘担心的是会有拔族的王者出现。拔族王者？拔族生灵也分等级，以他们的眼睛颜色区分，想必小儿你也看到了。而拔族的领导者乃是一地3王，他们的实力皆是无比恐怖。3王就已经足够强大了，那一地更是无法想象。好在那位拔族一地貌似已经消失了许多纪元，不过3王也足以领导拔族。为娘就是担心，是不是拔族3王中的1王盯上了南斗世界？难道南斗世界就没有什么办法吗？自然不是这样。先别说我们这些生长在南斗世界的生灵和势力，就算是南斗世界本身也会产生反应。啊？娘的意思是？小儿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意志，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意志的强弱。就好像一个微尘世界，只有最简单、最模糊的意识。
但从一个小千世界开始，其实冥冥中就已经有了那种意志存在。至于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乃至更高等级的宇宙，那种意志更是强大无比。所以南斗世界的意志显然不会坐以待毙。当南斗世界陷入危险时，可能会催发世界之子的出现。那世界之子就是日后的世界之主，他将得到整个南斗世界的本源和气运加持。只有诞生这样的存在，才能帮助南斗世界抵御危机。来界海，真是来对了。母后，难道云霄哥哥就是我们南斗世界的世界之子？这，希儿，以你哥哥的天赋，哪怕没有南斗世界的加持，成就同样不会低。那这样的话，将来的南斗世界之主岂不是那位世界之子的了？希儿，你这话的意思是，只有哥哥将来才最有资格成为南斗世界之主。我不可能是南斗世界的世界之主。哥哥，萧儿，希儿，你们不必担心什么。天塌了，有为娘和整个玄天神朝扛着。再不济，哪怕是最坏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迁移出南斗世界。所以不必担心。接下来，为娘也要开始想办法让自己正道了。对了，娘，还有一件事情，我把元帝的几位子女杀了。哦，杀了便杀了，反正元帝不缺子女。什么时候把他那18子杀了，估计才会令他震怒吧。他的离开，难道和黑霍族群的异动有关？如果能得到南斗世界本源的话，或许可以帮助其正道。哥哥，你在想什么呢？好好修炼去吧，我先回玄天宫。既然如此，我也要努力了，不能给哥哥和母后丢脸。眼下局面如此，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修炼，然后等待那位世界之子的消息出现。一个大千世界的本源和气运，价值无量。世界之子8族，黑霍族群入侵，一地3亡，燕氏黑霍。天哪！圣体道胎蛰伏15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15岁的至尊，这是真的吗？怎么感觉老夫活到狗身上去了呢？哪怕是那些封存的古代年轻王者，也不可能是玄天少帝的对手。圣体道胎，恐怖如斯啊！这下估计冰雪女神殿肠子都要悔青了，还有元祖神朝，估计也不会平静。当初雪薇圣女答应退婚，说是什么不想攀附玄天少帝，其实估计就是听信了外界的那些流言蜚语吧。没错，现在少帝的天赋如此惊人，15岁的至尊啊，将来绝对是南斗世界之主。原本我冰雪女神殿与玄天神朝私交甚笃，就是因为雪薇圣女答应退婚，导致这些年关系淡了下来。我冰雪女神殿错过了一个天大的机会。是，都是因为雪薇圣女。雪薇，店主大人，雪薇做错了。唉，雪薇，不只是你错了，而是我们都错了。当初若非相信一些传言，我也不会让你答应退婚。失策了。店主大人，您那时曾问过我是否会后悔，现在雪薇的确后悔了。该死！15岁的至尊，这怎么可能？圣体道胎有如此恐怖吗？陛下是在担心那位云霄少帝？我师难道有什么办法？眼下虚空裂隙开启，黑霍族群入侵，整个南斗世界不可能无动于衷，说不定能诞生所谓的世界之子。如果我们元祖神朝能得到这位世界之子，那就有和圣体道胎抗衡的资本。毕竟这是一个大千世界孕育出的天命之人，天资实力绝对不会弱。而且因为其气运浓厚，若是让我朝得到，还能增强我朝的国运。
这倒也是一个方法。传令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那一位世界之子。难道玄天少帝就是我南斗世界的世界之子？没错，15岁的至尊，这若还不是世界之子，那谁有资格当世界之子？先天圣体道胎，若是彻底成长起来，别说守护一个大千世界了，哪怕守护一方宇宙都没有什么问题。苏玉，你还记得为师说过的话吗？你有大地之姿，注定站在众生之巅。老头子，你就别多说话了，省点力气吧。苏玉，为师知道你不相信为师，但要知道，我们南斗星宗可是了不起呀，曾经是整个南斗世界的主宰，而我们南斗星宗的开创者是整个南斗世界的主人。老头子，南斗世界又是什么？我只知道凌云星。南斗世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大到无法想象。凌云星和南斗世界相比，就像是一粒尘土，而你将来注定会成为南斗世界的主人。老头子，你是说我们南斗星宗是曾经南斗世界的主宰，而我是南斗世界未来的主人？没错，苏月，为师知道你不相信，但是记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这块玉佩你拿着，还有为师教给你的功法，没有忘记吧？你知道为什么为师那么肯定你就是未来南斗世界的主人吗？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修炼那门功法的人，那门功法就是我南斗星宗的开创者，也就是南斗世界的主人曾经所修炼过的功法。为师能感觉得到，天显异象，大变将至，整个南斗世界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你就是解决危机的唯一人选。师傅，你到底在说什么胡话呀？苏玉，为师在中域的玄宗有一位故人，他是玄宗的宗主，会帮你前往更高的世界。你将来会成为南斗世界的主人。师傅，难道是这玉佩的原因？难道师傅说的都是真的？我难道真的有可能是南斗世界未来的主人？不急，一切都要慢慢来。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前往中域，找到师傅的那位故人，而且还有那些来自更高世界的天骄，倒是想见识一番。不妙！多谢姑娘出手相助，在下名叫苏雨。难道是因为她的出身太高贵了，眼界很高？姑娘且慢，你应该是从更高世界来的吧？怎么了？是这样的，在下也是为了击杀这些丧妖魔物而来，不知能否与姑娘同行？而且，在下的运气貌似不错，姑娘若愿意带我一起，收获应该会不小。哪里来的毛贼，敢冒犯公主殿下？你小子，看你这眼神，是对我有不满了？哼，
别不服气，若真敢冒犯公主殿下，别说是你这只小小的蝼蚁，哪怕是整个凌云星都得崩灭，化为尘埃。小李，够了！这颗圣丹，整个凌云星应该都找不到第二颗，算是让你受伤的弥补吧。公主殿下，为什么？好了，我们走吧。哼，公主殿下善良，你这臭虫算是走了狗屎运了。这个少女很不简单，不过我应该能拿下，而且我的气运依旧存在。至于那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之后我自会让他明白莫欺少年穷。这难道就是天赐的机缘？这位小友，助老夫一番，老夫定有厚报。你们这些不朽势力之人，不是向来狗眼看人低吗？现在需要蝼蚁来救了？而且，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我玉佩的主意？我一定会变强，然后去找他。任何阻挡我的人，都要被我踩在脚下。这就是拥有力量的感觉吗？难道是因为之前老头子给我修炼那门功法的缘故？现在我的实力绝不弱于那些来自更高世界的天骄。接下来去玄宗。吾等玄宗众人恭迎公主殿下。公主殿下，我玄宗简陋，作为公主的下榻之所，还望公主殿下莫要介意。哎，此乃玄宗山门，贤达人等止步。我名苏雨，我的师父乃是南斗星宗宗主，前来求见玄宗宗主。什么南斗星宗？听都没听过。我们终于有这个超级势力吗？没听过。而且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说面见我宗宗主？哎，慢着，住手！我们去通报。原来你就是他挑选的传人。前辈，我所求无他，只希望能进入更广阔的大世界。的确，以你的天赋，不应该埋没在这凌云星上。我倒是有一个机会，或许可以让你前往更高等级的世界。真的吗？多谢前辈。先别急着谢，我只是可以帮你引荐更高世界的人。那可是一位尊贵的大人物，绝对不可以顶撞招惹。以你的天赋，绝对能被收下。晚辈知晓轻重。也调息的差不多了，这次历练结果不错，不知道哥哥会不会夸赞些？公主殿下，我们可以启程了。云溪公主，在下发现了一颗凌云星的好苗子，极有天赋，将来或许能报效玄天神朝。哦，是你？原来你叫云溪。哼，区区贱民，岂有资格直呼公主殿下芳名？苏雨，不得对公主殿下无礼。怎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先不说公主殿下愿不愿意多看你一眼，你知道公主殿下的兄长是何许人物吗？你在那位的眼中连尘埃都不如，知道那位的身份，你会被吓死。你还有兄长？不论是谁，哪怕是你的兄长阻止，我也会打败他，向你背后的势力证明我的能力。你说什么？云溪，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住口！我哥哥是什么人物，你根本就不明白，哪怕是希尔，也只能瞻仰他而已。你又有什么资格去挑战他，甚至说打败他？我……苏雨，你疯了吗？到底在做什么？还不快向公主殿下道歉！苏雨，你若再敢无礼，对玄天少帝语出不敬，那就休怪我无情。你且慢，从我当下爬过去，或许能换来你的一线生机。苏雨，你这个老
早已见明。云溪，不，我只是，他做的太过了。还敢胡言！本宗宰了你！住手！此人我保了，谁敢动？果然，天无绝人之路。我苏玉有大气运庇护，岂会轻易陨落？小元王，若我哥哥在，你还敢这般逞威风吗？你叫苏雨是吧？既然玄天神朝不要你，你愿意加入我元祖神朝吗？只要答应，在场没人敢动你一根头发。多谢兄台出手相助。好说，你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们走吧。云溪，不论你背后有什么势力，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站在你面前。还有你那兄长，只要打败他，就能得到你的认可了，是吧？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会亲手击败他。难道此子真是对付那云霄的手段？公主殿下，在下真不知晓那庶子竟有这般心思，请公主殿下责罚。起来吧，此事与你们无关。多谢公主殿下。抱歉，公主殿下，我好心做了错事。无所谓，玄天神朝有我哥哥一人足矣。将来哥哥一人便可镇压整个南斗世界，无人能挑战他的地位。这才是真正的南斗世界吗？国师前辈，我该称呼你为苏雨，还是该称呼你为未来的南斗世界之主？别惊讶，也别戒备，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人。前辈的目的是什么？辅佐一位未来的南斗世界之主，何其荣幸！而我能帮助你掌控整个元祖神朝，而你则能够帮助元祖神朝壮大，最后辅助你一统整个南斗世界。那玄天神朝也能统治吗？那是自然。日后等你成为南斗之主，哪怕是玄天神朝也得在你面前臣服。云溪，你终会是我的。哥哥，希儿，这次历练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你表现得不错，不比那小元王差多少。这次历练没有发生什么其他事情吧？倒是碰到了一个有点奇怪的人。啊？奇怪的人？云溪将与苏雨相遇的经过告诉了云霄。希儿，你对那名叫苏雨的少年没有一点感觉吗？哥哥，你误会了，希儿怎么可能会看上那少年？好，我明白了。哥哥，那苏雨难道有什么特殊之处不成？如果我说那人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南斗世界之主，那希儿你会对他有感觉吗？在希儿心中，哥哥才是举世无双的存在。即便那苏雨是将来的南斗世界之主，他依然远远无法与哥哥相比。不，应该是根本不能相比。希儿，可以告诉你的是，将来谁能成为南斗世界之主，不是由南斗世界意志说了算，而是我说了算。世界之子，若无意外，那就是将来的南斗世界之主了。这样说来，元祖神朝最后会成为南斗世界的御统势力，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投奔元祖神朝？不，先别这么快下定论。你们是忘了先天圣体道胎吗？那位云霄少帝15岁成就至尊，现在3年过去，又不知道强大到了何种程度。你们认为先天圣体道胎会比世界之子弱吗？我们玄天神朝与元祖神朝斗争这么多年，何曾怕过他们？没错，若是派出云溪公主，那就等于是向元祖神朝服软，本将不可能接受。可是现在元祖神朝势大，彻底吞并了南元星域所有不朽势力，国力鼎盛到极点，威胁太大。我们可以派出云溪公主暂避锋芒，之后再做打算。是啊，我们又不是直接认输臣服。况且你们别忘了那位世界之子苏雨，
他才是威胁最大的存在。哼，一个世界之子就把你们吓怕了？别忘了我朝少帝那可是先天圣体道胎，古今最妖孽体质之一，难道还怕一个世界之子？没错，我朝少帝是超脱了整个世界的存在，哪怕南斗世界也限制不了他的未来。只要有少帝在，我玄天神朝就不会覆灭。可是，都给朕闭嘴！女帝陛下，微臣提议可以选一个折中的办法，让云溪公主和那苏雨找一个地方会面，既避免了去元祖神朝的尴尬，又可以暂时拖延时间。而且那苏雨貌似对云溪公主颇为倾慕，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如果云溪公主能把那苏雨彻底拉拢过来，脱离元祖神朝，成为我玄天神朝的驸马，那就彻底稳了。到时候我朝除了有少帝殿下这位圣体道胎，还将有一位世界之子，我玄天神朝称霸南斗世界指日可待。余帝陛下，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况且那苏雨是世界之子，也就是将来的南斗世界之主，让云溪公主和他在一起，也不算辱没了公主。希儿，母后，你若需要希儿，希儿愿意。希儿，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希儿当然知道。哥哥不在的话，我就要帮助母后守护好这个国家。那股气息从玄天宫传来。哥哥，傻丫头，为兄不在，你就要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吗？香儿，儿臣见过母后。你们要让我妹去找那苏雨，一只蝼蚁般的世界之子，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哥哥，少帝殿下，是老臣错了。这就是先天圣体道胎的威势吗？所谓的世界之子，大可不必担心。母后，接下来交给儿臣吧。没想到啊，那位玄天少帝竟然要举办18岁的成人礼了。想当初15岁的少帝就已经达到了至尊境，如今3年过去，他是已经达到了至尊大圆满了吧？我还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先天圣体道胎呢，这一次一定要前去。听闻少帝殿下不仅体质无双，实力超绝，容貌更是1等1，若天外谪仙一般。若是能看上我，哪怕只是当个丫鬟，我都愿意啊！小蹄子，就别幻想了。少帝大人等人物，能看上一眼，就已经是3世修来的缘分了。难怪玄天神朝还真是聪明。如果他们派云溪前往元祖神朝去找苏雨，那无疑代表了玄天神朝示弱服软了。而现在玄天神朝举办成人礼，那意思就是苏雨想要见到云溪，就要主动到玄天神朝来。这一下既挽回了玄天神朝的颜面，又拖延了时间，到时还可以衡量一下苏雨的实力，一举3得呀！没错，这究竟是谁想出来的办法？真是妙啊！看来应该是玄天女帝想的法子了。天元宗送上不死药5株，浮云圣地送上古经1卷，冰雪女神殿送上冰心盘龙玉1块。见过女帝，见过少帝殿下，见过云溪公主。恭贺少帝殿下成人之礼，日后少帝殿下注定名震天下，扬威界海。这位少帝难道已经突破到至尊大圆满了？可哪怕是至尊大圆满，也应该能探出一些气息吧。或许是玄天女帝给了他遮掩气息之力。从前我不相信一见钟情，但是现在我信了。扫堂檐枕殿，公子气翩翩。少帝陛下只看一眼，便能住进人家的心里。多谢诸位前来参加我的成人礼。哪里，少帝殿下客气了。没错，少帝大人身为我南斗世界古今无双的先天圣体道胎，能前来赴宴是吾等的荣幸啊。
他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哪怕是从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如此妖孽。元祖神朝果然来了。元祖神朝苏雨前来祝贺云霄少帝成人礼，在此献上贺礼。你们元祖神朝想做什么？苏雨，你这是什么意思？云溪，终于又见到你了。苏雨，你给我哥哥送这礼物是什么意思？云溪，此乃九霄碧落钟，是一口罕见的至宝。我这里还不够重吗？你就是苏雨，不愧是万古无一的先天圣体道胎。少帝这眼界这格局，苏雨还是比不上。那是自然，不然人家少帝能闭关15年，任凭外界流言蜚语，依然不动不摇。这心性几人能有啊？没错，我就是苏雨。听闻少帝乃是先天圣体道胎，今日一见果然不凡，也难怪云溪会如此依赖你。你今日前来就是为了见我一面吗？当然不是，我今日来此是想向云溪提亲。云溪，之前我的确没有资格说出这种话，甚至没有资格站在你面前。但现在的我不同以前，我配得上你，有资格站在你身边保护你。只要你愿意，哪怕是玄天神朝和元祖神朝的恩怨，也不是不可以坐下来慢慢谈，慢慢化解。苏雨，你这只卑贱的臭虫，有什么资格向云溪公主提亲？当日你给予我的嘲讽，今日加倍还你。苏雨，力气何必这么大？想娶我的妹妹，倒也不是不可以。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怎么，你不信？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的确让人有些怀疑。云溪是我的妹妹，身为她的哥哥，我自然也要为她的终身大事着想。首先，你的确是喜欢我妹妹的吧？那是自然，我对云溪的情谊天地可见。那好，既然你是真心喜欢我妹妹，而你又是南斗世界的世界之子，配上我妹妹，倒也挺搭。难道少帝面对世界之子真的服软了，要送出自己的妹妹？不过想想也是，这可是世界之子，若是当自己的妹夫，应该能得到很大的气运加持吧？是啊，本身就是圣体道胎，加上有世界之子的气运加持，少帝日后成就不可限量啊！原来如此，少帝竟然打的是这个算盘。不过不得不说，这一手的确是对少帝最有利的。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既然少帝同意，那自然是再好不过。这件事算是定了吗？你在耍我？耍你倒不至于，只是我的妹妹也不是那么好娶的，不经过考验，没有一点诚意怎么行？所以你想怎样？很简单，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考验罢了。一招，只要你能接下我一招，你就有资格迎娶我的妹妹。少帝是不是对自己有些太过自信了？没错，少帝是很强，但苏雨身为世界之子，也不至于连一招都接不下。是，如果说让苏雨打败少帝，那或许很困难，但一招考验的确不算什么。或许少帝是故意想长个台阶下，反正结果就是苏雨成为了自己妹夫。你这是在蔑视我？不敢吗？我苏雨奉陪到底。这个考验也该要有点彩头，平白得来的机会，没有人会珍惜。所以，就拿你腰间的玉佩作为彩头吧。怎么，不舍得？若是连一块玉佩都不舍得交出来当做彩头，那我怎么能相信你对云溪是真心实意的呢？莫非你是没有信心能接下我一招？有何不可？只是你别后悔。那好，这气息无上玄尊之强。小尔他哥哥的境界是玄尊。
哥哥，不，这怎么可能？你到底是谁？这不过是个考验而已，又不是生死对决，你们紧张什么？小，就连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天，我的意志，天不可违。给了你机会，你却没能力把握，连我一招都接不下。如此之弱就想娶我妹，看来你还真是对自己过于自信了。难怪这么弱，原来是我收割的有点早。把玉佩还我！圣体道胎，强悍如斯，连世界之子都不是云霄少帝的一合之敌吧？这到底谁才是世界之子啊？玄天少帝前途不可限量啊！世界之子不是他的一合之敌，将来若无意外，整个南斗世界都容不下的。没错，南斗世界虽然是个大千世界，但也只是一片江河，而玄天少帝未来注定是腾云9天的真龙。原本我觉得元祖神朝如此强势，玄天神朝怕是有了压力，现在看来，到底是谁有压力啊？此事过后，回去需要禀告掌教，选边站还需要三思。小儿，你真是为娘的福星。信念崩塌了吗？没想到还有贵客临门，倒是有失远迎。哈哈，不错，不愧是传说级别的先天圣体道胎体质，老夫也没带什么贺礼，这点小礼物就笑纳了吧。这难道是半仙药？难道前辈之礼，晚辈就笑纳了。哈哈哈哈！老夫期待你日后的成长与表现。莫非是有世外高人路过此地，赐予了少帝半仙药？莫非是他家的人？小儿日后将会前往更为广阔的世界，南斗世界对他而言太小了。不愧是古今无双的先天圣体道胎，连世界之子都不是其一合之敌，我就更别想了。或许那些封存的年轻王者才能挡住少帝一两招吧。还好有少帝在，若没有他献上此计，我玄天神朝可就前途未卜了。果然是大千世界的本源之力，但这玉佩中所蕴藏的本源之力，貌似并不算多。看来苏雨这颗韭菜还没有完全长成，他需要得到南斗世界的真正本源，才有可能成长为日后的南斗世界之主。但因为我的干涉，导致苏雨受挫。以他世界之子的身份，南斗世界的意志应该不会坐视不理，可能会加速让真正的本源出现。等苏雨真正掌控了全部的本源之力时，他才有资格和我过招。不过我会让他得到南斗世界本源吗？进来吧。哥哥，你知道吗？在成人礼结束之后，有不少原本倒向元祖神朝的势力开始和我玄天神朝接触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哥哥不仅天赋实力无双，还一下就化解了危局，这可是母后的头疼的事情呢。还好吧，只是稍微委屈了你一下。为兄其实不想拿你的婚约当赌注。哥，你不必道歉，毕竟你也不是真的想把希儿嫁出去，对吗？那是自然。不过，如果哥哥真的觉得委屈了希儿，那不如和希儿做一个约定。什么约定？如果有一天有同辈的男子能打败哥哥你，那希儿就嫁给他。希儿，若真做下这样的约定，那你岂不是要孤寡一生？那好啊，能待在哥哥身边一辈子也挺好。那可不行，到时候娘要怪我了。都是因为哥哥你。我？要不是哥哥你这么优秀，希儿的眼光也不会变得这么高。随你吧，为兄也不能决定你的人生。来拉钩。这块玉佩你带着吧，
对你有好处。这……难道哥哥是因为这块玉佩才……难道哥哥提出的和苏雨的一招之约，是为了把这块玉佩迎来送给我？哥哥能不能重新祭炼一下这块玉佩？毕竟这块玉佩是苏雨的，有哥哥的味道。那接下来只要继续等待就好了。苏雨这一位世界之子，应该不会因为这一次挫折就一蹶不振。等南斗世界的机缘真正出现时，就可以彻底解决苏雨了。为什么？我苏雨可是南斗世界之子，为什么依然打不过那云霄？既然有我苏雨，为什么要有那先天圣体导弹？苏雨，这就让你失态了吗？在这几年时间内，我苏雨一路崛起，横扫无敌，打出了不是威名。结果现在，一切都毁了，毁在那云霄手中。苏雨，如果这样你就气馁的话，那你的确不应该是世界之子。国师，你有办法让我打败那云霄吗？先天圣体道胎，古今无双，但哪怕再妖孽，也不可能像那玄天少帝一样，18岁成就玄尊，他的来历绝对不简单。那国师有办法吗？想要打败先天圣体道胎，本就极为困难，想打败云霄少帝那种圣体道胎，更是几乎不可能。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国师有办法？有，自然是有。不过，你愿意付出一切吗？我愿意，哪怕活尽一切，只要能杀了那云霄，我愿意。八祖？怎么可能？你是八祖？苏雨，这些年我在你背后帮你出谋划策，让你名震南斗世界。说是想对你不利，我早就可以出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国师，你竟然是八祖生灵。也罢，告诉你无妨。其实元祖神朝已经私下里和我八族合作了。什么？只要是拥有智慧的生灵，都知晓一个道理：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18年前，玄天神朝降生了先天圣体道胎，那对元祖神朝而言是最大的威胁。可以说，只要有那位先天圣体道胎在，玄天神朝日后成为南斗霸主，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身为玄天神朝的死对头，元祖神朝基本上就是覆灭的结局。正是如此，我才能找到突破口，让元祖神朝与八族合作。原来，早在虚空裂隙出现之前，你们八族就已经开始埋下伏笔，盯上南斗世界了。不错，元祖神朝只有与我八族合作，才能想办法对抗拥有圣体道胎的玄天神朝。原来是这样，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放心，苏雨，你虽然是世界之子，但现在对我八族构不成威胁。真能对我八族构成威胁的不是你，而是那拥有先天圣体道胎的云霄。生气吗？愤怒吗？不甘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苏雨，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我之前问你，为了打败那云霄，你是不是能付出一切？你可是回答愿意的。你有什么办法？很简单，我可以赐予你八族的力量。这力量可不是我的力量，而是我八族王上的力量。
王上的力量哪怕只有一丝，都足够成为你击败乃至击杀那云霄的底牌。怎么，还犹豫吗？方才你不是说了能付出一切吗？可让我得到拔族的力量，那岂不是……苏雨，你没有犹豫的资格。你若不继承王上的力量，那么便永远别想打败那云霄。而且我若猜得不错，若你一直持续被云霄打压，很可能南斗世界会放弃你。到时候你将再度变回那在红尘中挣扎的蝼蚁，想要复仇也不可能啊！你们拔族的目的是侵略南斗世界，我若与你们同流合污，到时候南斗世界毁灭了，我也逃不了一死。我们拔族的目标可不是为了占据南斗世界。那你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要做出选择。你可以拒绝，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但你得做好一辈子被那云霄打压、折磨、羞辱的准备。第二，你可以接受得到我族王上的力量，彻底灭杀那云霄。毕竟那云霄身为圣体道胎，对我拔族也是一个大威胁，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等灭杀了圣体道胎之后，你依然是未来的南斗世界之主，甚至还可以继续与我拔族合作。好了，做出你的选择吧。我答应你。世界之子苏雨再度闭关，似乎要开始重要的蜕变。而就在关于苏雨的消息传出来没多久之后，元祖神朝终于是再度有了大动作。元祖神朝已经称霸了南元星域，而他接下来的扩张步伐乃是北冥星域和西幽星域。元祖神朝派出了2批人马，分别进军北冥星域和西幽星域。而就在这种局势之下，玄天神朝忽然收到了冰雪女神殿的求援信号。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苏雨的确有些愚蠢了，是想把世界之子的身份拱手让人吗？看来真的是如我所料的那般。还好我之前闲来无事，做了一手准备，现在也该是实验一下成果的时候了。萧儿，娘，进来吧。萧儿，此事你怎么看？派兵，当然要派兵了。这次就让孩儿亲自前往吧。萧儿，这会不会有点危险？娘放心，没什么事，我只是想去印证一件事情而已。而且，那一支军队应该也培训完成了吧？萧儿，你亲手培养出的那一支军队，战力未免太过恐怖。那为娘让一位地境太祖跟着你。只要拿下冰雪女神殿，整个北冥星域基本上再难有反抗的势力。太子殿下，此战何须你前来？冰雪女神殿是重要力量，只能归顺我元祖神朝，或者覆灭，不能让其倒向玄天神朝。而且我也想看看，玄天神朝是否会派人来救援。我元祖神朝的军队战力，可不是玄天神朝能比的。冰雪女神殿还要负隅顽抗吗？与我元祖神朝结盟，是你们最后的希望。元祖神朝，我看你们是疯了！真以为凭借你们的力量，便可以一统整个南斗世界吗？看来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了。雪薇，你先离开，前往玄天神朝。我不。雪薇，你是冰灵圣体，日后前途无量。我冰雪女神殿，若真的出了什么意外，至少还有你这个希望。你真想让我冰雪女神殿一点希望都没有吗？白雪薇，你想去哪儿啊？白雪薇，那云霄曾退婚，让你颜面全无，成为了南斗世界的笑柄，你难道就不想报复他吗？只要加入我元祖神朝，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做梦！哼，看来今日不得不辣手摧花了。谁？云霄，
记住，杀你的人叫君逍遥。放肆！你，我乃元帝之子，也拥有最尊贵的血脉，谁能斩我？尊贵，在我面前谈尊贵，好恐怖的威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感觉我体内的力量被压制了3成。那股血脉之力，不是属于月芷兰的，难道莫非是？这怎么会？到底是什么身份？看来我这新一世的父亲，还有背后的父族势力，在界海中应该也极为不凡。太子殿下，那是什么军队啊？气息如此强大，这是玄天神朝的军队吗？不可能，他们怎么可能如此强大？天圣军，听本少帝之命，一个不留。谨遵少帝之令。少帝殿下亲自培养出的军队吗？没错，在少帝年少之时，曾有传闻他在培养训练军队。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少帝不务正业，不上心修炼。但是现在，好了，局面应该可以平定。接下来短时间内，元祖神朝应该不会再对你们冰雪女神殿动手了。多谢少帝殿下。到时候若有事情，你们冰雪女神殿可前来玄天神朝。再会。少帝大人。雪薇后悔了。小儿，你一手培养的天圣军，当真是利器。有了这支军队，我们不必过于忌惮元祖神朝的大军。娘，这不过是小事而已。接下来，拔族的入侵应该会更加猛烈。而孩儿若猜得不错的话，元祖神朝和拔族私下怕是已经有了某种合作或是结盟。小儿，为娘也要准备闭关了。为娘已经卡在9阶准地许久，若是这次再不突破，怕是难以面对将来的风雨，更难以庇护你和希儿。娘，你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对了，娘，你一直没跟我说过关于父亲的事情。你的父亲还有事情，他可没有太多的空闲。不过你放心，为娘的眼光可不是一般的高，你和希儿日后都会成为界海最尊贵的存在。孩儿会靠自己的力量。传闻在南斗世界面临破灭之危时，中央星路才会出现，而能在其中得到最终机缘的天骄，将成为未来南斗世界的主人。苏雨听闻这个消息，也是出关了。中央星路出现，那应该就是南斗世界的核心所在。你只要在其中得到全部的机缘传承，便可真正成为未来南斗世界的主人。到时候，你可以带领整个元祖神朝吞并南斗世界其他势力，同时打开虚空裂隙，让拔族进入。之后，拔族也可以助你一统南斗。到时候，玄天神朝便是你的掌中玩物。你想要的女人会臣服在你面前，你讨厌的人也会成为你的奴隶。我会夺得中央星路的全部机缘，而且现在我也有底气对付那云霄。南斗世界的天命终究在我苏雨身上。老头子曾说过，南斗星宗的创始者也是曾经整个南斗世界的主人。难道说他的传承也遗留在这星路之中？云霄，你可一定要来啊！这星路身为葬身之地，也算是很不错了。现在看来，南斗世界剩下的本源，应该就在那中央星路当中，甚至于南斗世界的一些传承道统，也可能都在其中。哥哥，你带希儿前来，会不会拖你的后腿啊？一个南斗世界之主的位置很重要吗？难道不重要吗？身为一个大千世界，南斗世界的确很大，但它又太小了。好了，我们走吧。
一只天尊级凶手，看来这星路真不是一般人能闯的。前方就是星路的另一侧了。元祖神朝这次之所以这么有信心，怕是认为那世界之子苏雨注定会在星路得到南斗世界机缘，然后成为未来的南斗世界之主。女帝在闭关正道，这次大战务必不能打搅到她。没错，不论如何，只要我玄天神朝有女帝有少帝在，就有希望。元祖神朝，你们真的要现在决一死战吗？到时候很可能就是鱼死网破。不决一死战，难道便眼睁睁等着你们的那位先天圣体道胎成长起来吗？而且我们可是知道玄天女帝也在冲击地境吧？我们可能会让她成功吗？我元祖神朝今日必灭玄天神朝！杀呀！踏平玄天神朝！战吧，杀吧！这场大战将是迎接王圣驾临的最佳礼炮。有意思，是某种幻阵，还是其他什么？哥哥，好像是这边。原来如此。希儿，我们走。哥哥，这就是准仙器？难道这就是南斗世界主人所遗留下来的兵器？哥哥，得到了这些传承，你就是未来的南斗世界之主了。出来吧，你想等到什么时候呢？哥哥。是你？云溪，你现在还不明白我的真心吗？连我一招都接不下的人，还对希儿有非分之想，你这股自信究竟从何而来？又是这种语气，又是这种眼神，凭什么你生来就能高高在上，俯瞰万灵？为什么要有你这种人压在众生之上？你凭什么？我可没兴趣在这跟你讲什么人生大道理。你只要知道一点，有些人生而为王，注定驾临众生之上。生而为王，云霄，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先天圣体道胎的确很强，但别忘了，我才是世界之子，而眼下是我的主场。哥哥，他蝼蚁借助外力，依旧是蝼蚁。难道真的？不可能！少帝他可是先天圣体道胎，怎么可能会败给那苏雨？没错，也要相信少帝。玄天神朝今日注定覆灭。元帝，陛下，岳芷兰，你为彻底正道，就敢出手对抗本帝？我相信我的儿子，只要有他在，玄天神朝永远不灭。不错，苏雨，现在的你能接我2、3招，已经是足可自傲。你到底是什么人？云霄，你以为他必定了？看来你有恃无恐。哥哥，那是苏雨，你身为南斗世界之子，没想到竟然会借助拔族的力量。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云霄，是你逼我的。苏雨，看来你是真的堕落，竟然敢借助拔族王者的力量。都是你逼我的，云霄，都是你逼我的。只要你死了，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南斗世界的意志，这就是你所选中的世界之子吗？是否有点讽刺了？唉，哥哥，那是南斗世界的意志，或者说是曾经的南斗世界之主。
让道友见笑了。我南斗星宗的后人，竟然沦落至此吗？前辈，你难道就是南斗星宗的创始者？我原以为黑火族群入侵，南斗星宗后人中会再度涌现出抵抗黑火、守护世界的英雄，却没有想到啊，世界之子反而成为了拔族的帮凶。都是因为他，若不是因为他，我怎会走到这一步？遇到挫折不问自己，一味推到他人身上，这次真是本地眼拙了。不过还好，还有挽回的余地。不，这是我的力量！不，南斗世界是我的！南斗星帝，你以为你能够阻止一切吗？是你，向晨。南斗世界注定将要被我拔族占据。你们黑火族群入侵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不过我们界海诸世界能抵挡你们一次，就能抵挡你们第二次。杀了那2人，到时候本王镇压他的意志，以便可以炼化这片本源海，成为新的南斗世界之主。难道不出手，你就会原谅我吗？不过无所谓了，不管走哪条路，我都是未来的南斗世界之主。你这话说的，好像你得到了一丝降神之力，就能灭杀我似的。你之血脉，难道是那一族？有趣，我们会再见的。不，将士大人！南斗星帝前辈，我是南斗星宗唯一传人，求前辈救救我！结束了。还得多谢道友，替我南斗世界铲除了一个祸端。前辈何以这般称呼在下？道友，到了现在，何必还掩饰呢？我南斗世界是不可能孕育出道友这般妖孽存在的，甚至于哪怕是更上一层的单体宇宙，乃至多元宇宙，都不可能孕育出道友这般逆天的存在。我甚至认为，道友莫非是传说中的真仙转世？前辈为何如此确信南斗世界不会诞生像我这般的存在？很简单，南斗世界乃是我的内宇宙，而你的天赋和日后的实力将远远超过我。哦，我姓君。难道你是那一家族？难怪呀，难怪。如果是那一族的话，出现如道友这般的妖孽，的确也就合情合理了。以道友的身份来历，能降生在我南斗世界，是我南斗世界的幸运。眼下道友也看到了，南斗世界被黑火族群中的拔族入侵，我希望道友能够助南斗世界一臂之力。可是以在下的实力，也无法改变局面啊。道友天赋实力非凡，这世界之子的身份倒是有些配不上道友了。但道友如果不介意的话，这大千世界本源，包括准仙起、南斗权杖，都归道友所有。南斗世界的一切器皿，也会全部加持在道友身上，助道友修炼。道友就是日后的南斗世界之主。其实，对于南斗世界的未来主人，比起我，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啊！我的妹妹云溪，她才是最适合成为南斗世界未来主人的人选。哥哥，不错，也的确是个好苗子。也好，我南斗世界对道友来说，也的确是有些小了。前辈所言，南斗世界乃是前辈的内宇宙所化成的。
那难道说，界海世界内的所有世界都是由强者的内宇宙所化的？大致的确如此。那为何诸多强者会将内宇宙献祭而出，化为浩瀚界海呢？这关乎到太过久远的诡秘，而且与黑火族群的源头有关。道友若真想知道内情，其实你背后的家族应该知晓一二。哦，多谢前辈答疑解惑。道友，南斗世界就拜托你了。我能感觉到他要来了。现在已经达到了准圣之境。哥哥，希儿的力量不错，有了南斗世界的加持，你的修为很快就会提上来。这都是哥哥给希儿的。希儿，你对为兄的真正来历很好奇吗？其实这并不算什么大秘密，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禁忌。我是你的兄长云霄，但也是君逍遥。君逍遥，这样说来的话，哥哥你身上也有和希儿不同的军事血脉了。这样，那没问题了。希儿，什么没问题？没什么。对了，希儿也可以叫你逍遥哥哥吗？当然可以。哥哥还记得和希儿的约定吗？只有出现比哥哥更加优秀的同辈男子，希儿才会嫁出去，不然就一辈子赖在哥哥身边。好了，还是先回神朝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娇儿！太好了，是少帝殿下！少帝殿下成功了，他真的是我们玄天神朝的福星啊！少帝大人，公主殿下！那气息感觉比地兵更加恐怖，难道是准仙气？真是准仙气！看来玄天神朝的云溪公主才是未来南斗世界的主人。这样说来，应该是云霄少帝放弃了资格，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他的妹妹。不愧是身怀圣体道胎的少帝呀，这眼界格局简直了。元帝，你大势已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岳芷兰，你以为你能反败为胜吗？孰胜孰败，犹未可知。一切都结束了，应该也快要被逼出最后的底牌了吧？岳芷兰，你以为我元祖神朝就会这么败吗？妄想！本帝即便要拉着整个南斗世界一起下地狱，绝对不会让玄天神朝最后的胜利。这是拔族的气息，难道元祖神朝已经暗中和拔族联合在一起了？哎，苏女这颗棋子果然令人失望，那就没办法了。拔族，元祖神朝的国师是一位真正的拔族。难道从始至终，这场不朽战都是元祖神朝和拔族的阴谋？没错，掀起不朽战，以亿万修士生灵的气血去运转那个大阵，我们都被元祖神朝利用了。该死啊！元祖神朝，我找死！元祖神朝，为我师兄偿命来！哼，你得不到这个世界，就让它毁灭吧！到底干了些什么？元祖神朝就是一个疯子！完了，难道我南斗世界真的要毁于一旦了？别说是准帝了，就连拔族大帝都出现了异象。真是一出有趣的戏剧，将人族的劣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人类的劣根性，我族又怎么能抓住这个弱点，攻陷南斗世界呢？好了，快点解决战斗吧，准备迎接王上的驾临。等攻陷了南斗世界，我族的计划也可以开始实施了。元帝，这就是你愿意看到的吗？你我两大神朝虽然自古针锋相对，但再怎么样也不会威胁到南斗世界。但是现在，
你却要亲手毁掉自己的家园。一山不容二虎，谁让你生出了一个先天圣体道胎？如果本帝不这么做的话，可能千年万年之后，此子一掌就能灭了我元祖神朝，本帝会坐以待毙吗？如果最后不能让本帝成为这世界的主人，那便是毁掉又何妨？疯子！哥哥，怎么办？没事，这不算什么大风大浪。诸位，黑祸入侵，我南斗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唯有团结才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些之前与元祖神朝结盟的势力，你们将功补过的时候也来了，只有彻底消灭入侵的丧妖和拔族，南斗世界才能留存下来，不然的话，所有南斗世界生灵都将死去。我冰雪女神殿愿遵少帝之命，一阻黑祸。我离火圣教愿遵少帝之命，为南斗世界而战。还有我顶天剑阁，我浮云圣山同样。怎么会？一个大千世界里，竟然会诞生出一位先天圣体道胎？不论如何，若是将此子抓住献给皇上，应该会获得巨大的奖赏吧。让本帝来镇压。五族弟子岂是你们拔族能动的？果然是这样。原来你一直都有派人在暗中关注。拔族，老夫看你们是活腻了。你不是南斗世界本地生灵，到底来自何方势力？哼，你们还没资格过问。难道是女帝的那位神秘丈夫？不管怎么样，这对我南斗世界是有利的局面。可恨！元帝，看到没有？你的阴谋终将无法达成。你的丈夫到底是谁？你没资格知晓。你们果然天真，还真以为能阻挡我拔族扩张的步伐吗？不妙，难道是拔族三王之一将臣？只是法身吗？看来你的真身依旧被人盯着，无法亲自动手。本王即便只是一道法身，亦可以横扫这个世界。哦，能调动此方世界的本源力量，看来你就是现在南斗世界之子。谁敢动我的孩子？希望别怕，有为娘在，为娘会保护你，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娘，哥，放心，我和娘都不会让你有事的。将臣，你若真敢让我娘和妹妹发生什么意外，我发誓，想来必灭你拔族，斩尽杀绝。哈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我族的弟子。覆灭我拔族，即便你是先天圣体道胎，但现在自身难保，又有什么资格说出这种话？你越说此话，不过只能让本王的杀心更盛而已。前辈，希望您能带笑儿和希儿离开，拜托了。这天涯，你这个负心汉，我可以死，但是我们的子女不能死啊！难道玄天神朝还留有什么后手？天涯，原来天涯已经安排好了手段。你是守关人？你怎么会在这个世界留下手段？难道女帝那位神秘丈夫是一位守关人？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到守关人。
动本地的女人，还妄图伤害本地的子嗣，江辰，这笔账本地记着，眼下就先抹除你这具法身。该死！元氏地族，这一笔账本王记住了。想走？天压大地，当仗！完了，全完了，结束了。芷兰，我所留的这一手段能量也快耗尽了，不过之后有云墨姑祖在，你们的安危不必担忧。你和你母亲长得很像，连体质都一样。父亲，没想到竟然是先天圣体道胎，看来我的儿子将来注定要名震整个界海世界。南斗世界对你而言太小了，事情结束后，让云墨姑祖带你回族里吧，让族里的那些老家伙知道你是先天圣体道胎，还不知道会乐成什么样子。孩儿也有这样的打算。天涯，现在无人区是多事之秋，之后我会回来看你们的。云氏地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此次大战还多亏了前辈出手。女帝客气了，老夫不过是一个糟老头子，待在族里也是无事。之前天涯说有件事拜托老夫，老夫也就来了，一直待在南斗世界中。不过倒是没想到，竟能碰到拔族入侵这种事情。不知前辈知不知道，拔族入侵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看他们的首要目的，好像也并不是想要摧毁南斗世界。具体情况，老夫倒真不算太清楚。不过之前族里曾得到过消息，不仅是将臣，貌似拔族三王都有所动作。至于他们的目的，有传言是想要找寻他们拔族的那位无上帝王。拔族那位传说中的帝王名叫帝女拔，是拔族的无上女帝。她已经消失了许久，但之前得到的消息，似乎拔族在寻找帝女拔的转世。前辈的意思是，拔族认为那位帝女拔的转世应该存在于界海诸多世界当中。没错，所以拔族才会有所动作，想把南斗世界当做一个跳板，然后渗透到其他世界，寻找帝女拔的踪迹。如果真让拔族找到了帝女拔的转世，那恐怕日后将会造成界海的大浩劫。当然，这和你们没有关系。这次过后，拔族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再对南斗世界造成威胁了。你们玄天神朝则可以成为南斗世界的御统势力。不过，云霄你……前辈的意思是？其实，早在这孩子降生的时候，老夫就知晓了。不过，天涯他曾说过，不能干涉你们的生活。现在，云霄这孩子的天赋，你也看在眼中。虽然现在族里对他的事情并不清楚，但云霄若回到我云氏地族，毫无疑问会成为最核心的人物。娘，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哥哥他要……那希儿也要跟哥哥一起？希儿，你在说什么？现在你是南斗世界之子，你还有大量的南斗世界本源需要炼化。现在跟我一起，反而是阻碍了你。跟哥哥在一起，怎么能叫阻碍呢？云霄，你的决定是？我要前往云氏地族。萧儿，为娘支持你。可是，这样吧，
我们再做一个约定如何？等你什么时候能完全熟练掌控南斗世界的本源力量，真正成为南斗世界之主，而且修为到达了至尊境以上，那时候你就有资格离开南斗世界，来云氏地族找我。一言为定。哥哥，你一定要等希儿，希儿会去找你的。你们这对兄妹可真不简单，你就不必多说了，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怪物。云溪那妮子也是天赋绝世，不仅是玄刹之体，而且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方大千世界之主，他将来前途同样不可小觑。对了，前辈，能和晚辈介绍一下云氏地族吗？哎，别这么生疏了，你是天涯的儿子，就叫老夫莫老吧。关于家族的事情，我自然会跟你说清楚。虎父无犬子，天涯他生了一个好儿子。莫老，我只想知道云氏地族究竟有多强。真要说清楚，便是几天几夜也说不明白。这么说吧，在整个界海，你无需顾忌其他任何势力，因为其他人会顾忌你。有了你存在，这次的少主之位赐封可有看头喽。看来云氏地族内部也是错综复杂。云霄，这你大可不必担心。我云氏地族内虽然也有不同族脉之间的争锋，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团结的。而且老夫这一脉，也就是你父亲所在的族脉，一直都是云氏地族的掌权族脉。再加上云霄你是先天圣体道胎，更有如此惊人的天赋实力，成为我云氏地族的少主不会有什么大碍。当然，我云氏地族内部虽有争锋，对外却极为团结，因为整个界海并非只有我云氏一脉地族。愿闻其详。放眼整个无边界海，能称得上地族的屈指可数，加上我云氏地族，一共有8大地族存在。8大地族也被称为远古8族，底蕴深厚，传承万代，凌驾于界海不朽势力之上，坐拥浩瀚宇宙，俯瞰无尽众生。远古8族，8大地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一时难以说清。不过我云氏地族哪怕在8大地族中，也是数一数二、直牛耳般的存在。其他地族或多或少也会顾忌我云氏地族。对了，云霄，现在族里那边知道你的人不多，毕竟天涯他一直瞒着这件事，他就是不想让族里的人来打扰你们母子。而现在你要回归家族了，也应该打出自己的名气了。好，莫老的意思是，我之前听闻在碎星海可能会有封神碑出世，那或许是你扬名界海的起点。封神碑？没错，封神碑记载了界海世界古往今来的诸多妖孽天骄，界海的所有年轻天骄都以能在封神碑上留名为荣誉。封神碑一共拥有9块，分别侧重不同的领域，如肉身、元神、悟性、天赋等等。这次碎星海出世的封神碑，不知是哪一方面的，但以你的先天圣体道胎体质来说，封神碑上留名应该没有丝毫问题。而且在那封神碑上，若是排名靠前，还能获得奖励，既能扬名，还能获得奖励，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云霄，你初次前往家族，若没有一点名气在身，家族里的那些小家伙
也免不了想找你过两招啊。也好，我倒也想看看，界海中的天骄究竟处于什么水平。听说如果能在9块封神碑上登榜，还能获得特殊的奖励。没想到这一方小千世界，竟然会诞生你这样的异类。但无用，我拔族今日将会彻底侵占青阳世界。休想！有我楚萧在，便不允许你拔族灭我青阳世界。楚尊，都是依靠楚尊，我青阳世界才能得救啊！没错，楚尊就是我青阳世界的领袖。楚尊已经得到了青阳神符的认可，他就是青阳世界之主。清玄，清玄，我们成功了！楚萧，祝贺你！啊，如果没有清玄你，我楚萧也不可能一路走到现在。这一切都是靠楚萧你自己的努力。清玄，现在一族平定，一切都结束了，而我也终于成了青阳世界之主。所以，清玄，你愿意嫁给我吗？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拔族生灵还没有消灭干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族的小姐，岂是你这小子能高攀得上？清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小姐，你在青阳世界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陪此子玩游戏也玩够了吧？该回族里了。游戏够了，林老，别说了。抱歉，楚萧，有些事情清玄没有跟你说清楚。其实，我的确不是青阳世界的修士，而是来自澹台地族。澹台地族？莫非是那个澹台地族？看来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远古8族之一澹台地族了。没想到清玄小姐竟然出身这等地族，难怪连一位护道人都有混沌道尊的修为。楚萧，你不会怪我瞒着你这件事吧？清玄，原来你都是为了我。我不知道所谓的澹台地族究竟有多么恐怖，但我现在是青阳世界之主，是至尊强者。30年河东，30年河西，谁知道我将来会有何种成就？我说过，我会去澹台清玄。哼，就凭你，一方小千世界之主，也能让你信心如此膨胀？我澹台地族麾下统治的大千世界便有数十个，区区一方小千世界之主，对我地族而言，如尘埃一般。若你是一方大千世界之主，那老夫还真要对你鞠躬行礼。至于你的修为，至尊境虽不高，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倒是有些少见了。但就算这样，你想娶我家小姐，也无异于痴人说梦。清玄小姐，古祖寿宴在即，他老人家可也有些想你了。而且听闻封神碑要出世了，小姐也可先前往历练一番。小姐在青阳世界消耗了这么多年时间，若是没点成绩，到时候回族里，怕是少不得有流言蜚语啊。林老不是说封神碑出世了吗？只要在其上留名，也算是成绩吧。小姐，走吧。清玄，等我！我保证，很快，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去找你。小二，父亲，父亲，有何事情？小二，你是不是很喜欢清玄的女子？那是自然。其实，为父有一件事，一直都没有和你说。父亲，到底是什么事情？小二，你的确很优秀。我们楚家原本不过是一个小国里的普通世家，而现在则成为了整个青阳世界的大家族。但是，小二，我们楚家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父亲，你到底想说什么？如果我说
其实你的背景原本不应该比清玄的妮子弱呢。什么？其实，根据我们楚家祖籍的记载，我们现在的楚家乃是久远之前的楚家麾下一脉分支，而那久远之前的楚家还有另外一个名称，那就是楚氏地族。父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楚氏地族，但现在八大地族中并没有楚氏地族啊。的确，现在八大地族当中没有楚氏地族，那是因为我楚氏地族在久远前就分崩离析。至于分崩离析的原因，记载的不太清楚，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楚氏地族的先人貌似曾参加过一场对战黑祸的浩瀚大战，也就是在那一战中，我楚氏地族最强的一批先人陨落了，那可能就是导致我楚氏地族没落的根源之一。那是黑祸族群导致先人陨落了？不，根据记载，导致先人陨落的原因和一脉地族脱不了干系。哪一脉地族？云氏地族。云氏地族？可是云氏地族为什么要对我楚氏地族出手？那还需要问吗？根据记载，当初远古八族不，应该是远古九族之中，我楚氏地族乃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的存在。而那云氏地族极有野心，想要成为九大地族中的最强，因此暗中陷害我楚氏地族先人。在我楚氏地族先人陨落后，族运就每况愈下，反而是云氏地族借机上位。现在云氏地族的鼎盛，你也知道了。竟然是这样。从前没有对你说，是因为我楚家还没有能力，而且也不想给你太大的压力。但是现在，你成为了青阳世界之主，也是有资格知道这些隐秘了。原本我的背景应该是和清玄一样的，所以小二，论血统出身，其实你并不比清玄的妮子差，只是奈何我楚氏地族已经没落。父亲，孩儿明白了，清玄是我认定的妻子，哪怕澹台地族阻止，我也要带她回来。还有云氏地族，小二，你可别冲动，云氏地族绝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父亲，孩儿明白，孩儿不会那么冲动的。如果没有这宝贝，可能我还真无法带回清玄，还要替楚氏地族复仇。但是有了它，我就绝对有了希望。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应该可以继续学习更深层次的神通了。这些金钵究竟是何等无上的神物？而且这只是一页残缺的，如果能够得到完整的，那我日后岂不是有了成为至强者的资本？清玄，挡着我！还有小看我的澹台地族，以及速仇云氏地族，你们都给我等着！云霄，怎么了？没什么。莫了，离碎星海应该不远了吧？到时候你就直接前往吧，老夫在暗中观察，毕竟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历练。那位公子生的可真好看，是哪一方势力的天骄啊？没有印象啊，好像从未见过他这号人物。莫非是某一古族雪藏的天骄？你怎么现在才来？那位不是江氏古族的娇女江采薇吗？难道这位白衣公子是他的道侣？不对啊，不是听闻贺氏古族的贺延公子已经内定了江采薇是他的女人吗？这到底闹的是哪一出啊？这位公子，帮我一个忙，假扮一下人家的道侣，可以吗？我认识你吗？我是江采薇，江氏古族的人。
姜氏古族，不清楚。不知公子姓名？抱歉，我还有事，没兴趣。喂，我命令你停下！要不是看你长得帅，根本没资格引起本小姐的注意。采薇，这是怎么了？没什么事儿，不过是我的小道侣闹别扭了而已。在下贺氏古族贺岩，不知这位公子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势力啊？贺岩，你站在那看着吗？现在本公子命令你跪下，向采薇道歉。怎么，你知道怕了？姜氏古族的小姐岂是你能得罪的？而我贺氏古族，你更得罪不起。贺氏古族，你竟然杀了贺岩公子！这未免也太强了吧！那贺岩虽然不是最顶尖的天骄，但好歹也是至尊境，竟然就这么陨落了。那位白衣公子到底是何来路啊？难道还真是某一古族雪藏的传人？你杀了贺岩，贺氏古族不会放过你的。无所谓。这位兄台竟然能随手抹杀贺氏古族天骄，实力果真不凡。只是看上去面生的很，不知兄台名讳？浩然之气，竟然是稷下学宫的天骄宋道生，他竟然也来了！真的是宋道生，他可是稷下学宫当代颇有名气的天骄，没想到他也是专程为封神杯而来。稷下学宫，我叫君逍遥。君逍遥？哦，原来是君公子。不过你杀了贺氏古族的人，贺氏古族怕是不会放过你。无所谓。看来君公子出身不简单呐，莫非是某一势力雪藏的天骄？哦，看来封神杯要降世。哎，君公子，一起去凑凑热闹？可以。君逍遥到底是什么来历？贺氏古族的人知道，绝不会善罢甘休。本小姐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底气无视我。我看这封神杯，好像也并没有让八方天骄云集啊。看来君公子是不知道，这封神杯出世倒是也不算稀奇。界海9块封神杯出世还是挺频繁的，可能隔几个月、1年、数年就会出现一次。所以离得远或是有其他事情的天骄也懒得前来，反正总会有机会。再说了，也不是只要来了就能在封神杯上留名，还是需要看自身的实力的。其实我稷下学宫的那几个妖孽都有在封神杯留名的记录，我跟他们相比还是差了一点。在这封神杯上留名应该不困难吧？君公子，你这话可不能让那些在封神杯留名的天骄听到。这封神杯上可是记载了界海古往今来最为妖孽的天骄人物在某一方面的极境能力，所以说只要能在封神杯留名，那就已经超过了界海9×9以上的天骄。是吗？倒是我小觑了。那么有在9块封神杯上都留过名的天骄吗？君公子，你在开玩笑吗？9块封神杯都留名，谁能办到啊？一位天骄哪怕再妖孽，也终归是有限度的。比如有人肉身很强，有人元神顶尖，但想要各个方面都十全十美，这怎么可能啊？那就是封神杯。怎么回事？竟然会有2块封神杯同时现世？这2块封神杯，一块是记载神通方面天赋的，另一块，君公子，这块检测神通的封神杯价值很大，能在上面留名，绝对能名震四方。至于另一块嘛，能在上面留名，或许能引起一些娇女的关注。宋公子此言差矣，有时候容貌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也只有君公子才有实力说出这种话了。哎，这位姑娘，莫非是澹台地族的那位娇女？小女子正是澹台清玄。是八大地族的天骄！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8大地族的天骄，她原来就是澹台地族的那位娇女，果然不愧是地族出身。
哦，果然，清玄姑娘可是足够低调啊，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听到过清玄姑娘的消息。之前清玄一直在偏僻的世界中修炼，所以才没有什么消息传出。难道在此女身上有什么令我感兴趣的因果存在？这位公子是？啊，这位乃是君逍遥君公子。君公子，这位是澹台地族的娇女澹台清玄。原来是清玄姑娘，幸会了。哪里，君公子客气了。还以为君逍遥有多么超然出尘，还不是会讨好地族的娇女。好了，我们来此可不是互相客气的。封神杯既然出世，那便试一试吧。那小女子就先试试那一块吧。以君公子的形貌，少说也能在那块封神杯上留名吧。至于宋某啊，虽然长得也还算可以，但也有自知之明，我应该是无法在那上面留名了。恭喜清玄姑娘了。君公子还不试一试吗？我先看看吧。唉，果然还是太难了。这块封神杯不是一般人能留名的。那我去了。不愧是地族的神通武玄。小天尊之气。清玄姑娘竟然已经开始挑战古代天骄了。清玄姑娘成功了。看来清玄姑娘并不满足于只是留名，还想争夺排名。不妙！怎么？哎呀，君公子有所不知啊，这封神杯也并非100%安全。清玄姑娘如果太勉强自己的话，若是遇到了更强大的古代天骄虚影，她可能会陨落其中。小姐，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呦，这下真危险了！难道澹台地族的娇女今日会陨落在封神杯内吗？我去试试吧，刚好也顺便检测一下神通。君公子不可，你若想去救清玄姑娘，反而会让封神杯的考验加倍。多谢宋公子告知。那位公子是想英雄救美吗？可惜并不了解封神杯的规矩。唉，可惜了这样一位相貌堂堂的公子。难道今日要陨落于此吗？君公子，君公子，你不能如此。清玄姑娘不必担心。君公子你，难道君兄真是地族天骄？可没有哪一地族姓君啊，莫非是化名？不，还没有结束。封神杯的考验没有那么简单。天哪，那些天骄其中有不少都是开辟出了古老道统的无上存在。哎，我去，这也太恐怖了！这些古代天骄一人现身，就足以对当世顶尖妖孽造成巨大压力。结果现在竟然齐齐出现，这才有点趣味。竟然一拳就击溃了！血宫里的那几个妖孽，能比得上君公子吗？哦，真龙大神通？不对，是在真龙大神通的基础上又极尽升华了。这到底是何等神通？这就没了？清玄姑娘，没事吧？我没事。怎么这样看我？多谢君公子相救，清玄感激不尽。无碍，如清玄姑娘这样优秀的女子，若因封神杯而出什么意外，岂不可惜？君逍遥，登临万古奇境，乃封神杯神通榜榜首。看，有人登顶封神杯的榜首了，而且还是含金量颇高的神通榜，这究竟是谁啊？那可是神通榜啊，代表了此天骄的神通修为，乃是界海古今无双。到底是谁啊？是八大地族封存的年轻王者，还是三教的顶尖妖孽，亦或是哪位宇宙之主的妖孽子嗣？君逍遥，这是谁啊？没听过，听名字不像是八大地族的天骄啊。三教中好像也没有这一号天骄吧？君心，
莫非和那一家族有关？不对呀，那一家族位于界外之地，在界海中罕见踪迹。啊！有人在神通封神碑上登顶了，到底是谁？君逍遥，陌生的名字。我知雷道神通修为，当是天骄数一数二，谁能超越我？封神碑有人登顶了，君逍遥。我界海中有这一号天骄吗？算了吧，想必要不了多久，这位君逍遥就会被人扒出底细吧。不过比起这个，我倒是更好奇那位即将回归我族的弟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毕竟那可是我最最崇拜的天涯族叔的儿子。登顶榜首，这位公子究竟有何来历？哪怕是8大地族封存的古代王者，也不可能如此轻松登顶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君公子可真是深藏不露。还算可以吧。哦，奖励吗？世界碎片，果然是不错的奖励。多谢公子救了我家小姐，老夫感激不尽。前辈客气了，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君公子，可着实让在下吃了一惊。之后再和宋公子聊，我还有一件事要完成。形貌封神碑，君公子应该是妥妥的能够留名吧？君公子他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呢？又登顶榜首了，这君逍遥究竟是何来头？这一次是形貌封神碑，虽然含金量没有之前的神通封神碑大，但也不简单啊！能在形貌封神碑上登顶榜首，还是一位男子，究竟是何人啊？恭喜君公子登顶2块封神碑榜首。君公子藏的可着实是太深了，倒是在下不识庐山真面目了。宋公子何必拘谨？而且封神碑共有9块，现在不过2块登顶，应该也不算什么吧。既然双榜同时登顶，那位君逍遥究竟是何许人也？能登顶形貌封神碑，绝对是个风姿绝世的无双奇男子。医生倒是越发好奇了。君公子可真是豪情万丈啊！不过眼下君公子你可要小心了。怎么了？想必君公子知晓什么叫红颜祸水，而男的长得太过惊艳也会惹来麻烦。界海之中啊，喜好男色的女性天骄和强者可不少。应该不至于这么彪悍吧？哎，君公子有所不知，有一些行事偏激的女子，名头可不小啊。就比如8大地族中的东方地族，一个以女子为尊的地族，他们若是遇到俊美的男子，可是会强抢的。更别说君公子这般颜值天花板了。若是让那群女子知晓，还不得疯掉？是吗？哎，对了，封神碑之事结束，不知君公子接下来有何打算？啊，如果公子暂时无事的话，或许可以去稷下学宫参观一下。正好我稷下学宫之后，应该也将要开始招收新的门生了。以君公子的天赋实力，怕是有可能直接就成为我稷下学宫的贤人，甚至能成为更高的10大真传圣人。是谁？是谁敢杀我孙儿？贺氏古族，贺岩那一脉的强者。他们果然来算账了。是你？是又如何？死了！住手！你是？老夫乃澹台地族澹台林。什么？澹台地族？你是澹台地族的人？不是。这位君公子救了清玄的性命，你若想对君公子不利，我不会答应。这位姑娘，老夫虽然尊敬地族，但此子杀了我的孙儿，他难道就不用付出一丝代价吗？君公子也是我稷下学宫的贵宾，希望此事能就此作罢。老祖，这我贺氏古族
和夏侯地族倒是有一些关系。夏侯地族，小子，杀老夫孙儿，你就得付出血的代价。是谁？这啊！在下澹台地族澹台翎见过云墨上仙。怎么可能？云族五仙之一现身，难道这位君公子是？让无族弟子付出血的代价？贺氏古族，好大的胆子！不，这都是误会，我之前不知道。敢惹无族弟子，贺氏古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是云氏地族的弟子。怪不得公子能登顶2块封神碑的榜首，原来是云氏地族的弟子，倒是老朽眼拙了。清玄是该称呼君公子，还是云公子？清玄姑娘，君某可没有刻意隐瞒自己，我的确是叫君逍遥，当然，你也可以叫我云霄。那还是称呼君公子吧。宋公子，之后若有机会，我会去稷下学宫，到时候可要劳烦宋公子招待一番了。君公子若前来稷下学宫，在下一定扫他2代。公子若不介意，可否愿意前往我澹台地族？毕竟公子您可是清玄小姐的救命恩人，也好让我澹台地族好生招待一番呢。是啊，君公子，清玄也想感谢一番公子救命之恩。清玄姑娘客气了，君某之后需要回一趟家族，日后若有机会，一定前往澹台地族，与姑娘一叙。是吗？那日后，清玄就期待君公子的大驾光临了。云霄，你的表现让老夫都惊讶了。霸榜2块封神碑，这可是族里那些小家伙都达不到的程度啊！想必你这次回族，族里应该没有几人敢挑战你的权威了。到了，这里就是我云氏地族所统治的云海宇宙。好了，我们走吧。想必那些老家伙也等不及想看看天涯的子嗣了。真没想到，天涯族叔竟然早在外面诞下了子嗣。是啊，天涯族叔可是我云氏地族的骄傲，真不知道他的子嗣究竟是何等人物。不过我倒是暗中听到了一个消息，听说少主之位之所以迟迟悬而未决，就是因为族里的那些大人物都在期待天涯族叔儿子的表现。天涯族叔之所以能成长得那么快，成为我云氏地族的顶梁柱，就是因为他得到了先祖意志的认可。身为他的儿子，或许也有可能得到先祖意志的认可。那到时候，这少主之位自然是他最合适。终于要见到弟子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云青林，你也来了。天涯族叔的儿子，倒是令人期待。对了，我听说你上次败给了夏侯地族的那位当世王者夏侯震。不过是惜败几招罢了。不过那夏侯震眉心蕴有震雷伏骨，的确霸道之极。夏侯地族的野心可是不小，一直想要成为8大地族的领头羊。不过夏侯地族的天骄实力的确不弱，不仅是夏侯震等人，传闻夏侯地族还有封存的古代王者。不是还有玄虚大哥吗？他可是我们云氏地族封存的古代年轻王者，还是极为强大的造化圣体。他应该能够和夏侯地族封存的王者一战。对了，林玄虚没有来吗？你也知道，之前族里就有生意，说要让玄虚大哥成为少主，而现在有消息说这少主之位是特意给天涯族叔儿子留下的。说实话，换作是我，心里也总归有些不舒服。不论如何，最终一切都要靠实力来说话。我等见过云墨谷祖。他就是天涯族叔的儿子吗？能让谷祖当护道人护送回来，简直了。不过看上去的确超尘绝俗，气度不凡。我的天啊，那位就是弟子大人吗？这是什么神仙颜值和气质啊！之前天涯族叔是我的男神，但现在他的儿子好像更加出众啊。
玉生见过弟子大人。应该是玉生姑娘吧？你可以叫我云霄。弟子大人这次回族，应该对族里还多有不了解吧？之后玉生愿意带弟子大人熟悉族里的情况。那到时候就有劳你了。那位，若没看错，应该是碧落王体吧？见过云霄弟子。按理说这云霄弟子的年龄应该不会太大才对，可他的实力，难道是天涯族书给了他掩藏气息的宝贝，或者强大的护身主？是玄虚大哥！玄虚大哥竟然出现了，难道今天会有事情发生？玄虚大哥，弟子大人，他是……按照辈分，我是否应该称呼一句玄虚大哥？这可不敢当，你是天涯族叔的儿子，倒是我该尊称一声弟子。还不知弟子年岁？18。什么？才18岁？这未免也太年轻了吧？那弟子大人现在是何修为啊？18岁，弟子可真是年轻。不过如此年轻，还需多加历练。若是贸然登上少主之位，可能不太恰当。少主之位，能者居之。若是能力不逮，登上少主之位，反而日后会丢了云氏地族的脸。没错，我也同意这个观点。能力不够，的确不能登上少主之位。弟子大人，所以你的意思是，既然玄虚大哥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不如就比试一下吧。弟子大人，以你的尊贵血脉，不必急于一时。不必担心，我有分寸。好，你是什么境界？我把境界压制到与你同一水平一战，或者比你低一个境界也可以。那就不必了，全力出手吧。不愧是天涯祖叔的儿子，该说是年少轻狂吗？或许弟子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比如在玄虚大哥手中撑个3-2招。看来你对自己极有信心。放心，你是天涯族叔的儿子，我不会对你下重手的。玄虚大哥，我说过，让你全力出手。你隐瞒了年龄，故意示弱。玄虚大哥要动你真本事了。弟子大人，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境界已经许久没有进步了，才只是玄尊而已。余生，告诉我，我莫非是在做梦吗？你们可别不信，老夫也算是亲眼看着他长大的。还有之前云霄登顶了封神杯双榜榜首，想必你们也应该有所感应。什么？之前登顶封神杯榜首的是弟子大人？可登顶榜首的人不是叫君逍遥吗？忘了对玉霄姑娘说了，你可以叫我云霄，也可以称呼我君逍遥。君逍遥，天涯族叔究竟生了一个何等妖孽呀！我败了，云霄，我承认你的确有成为少主的资格。且慢，少主之位其实并不算重要，毕竟云氏地族也不止我一个天将。一个家族的建设并非单靠一人，而是靠着所有族人一起努力。所以日后或许可以和玄虚大哥一起交流修炼经验，当然所有族人都可以参与。我是真的败了。不过日后我云玄虚愿意辅佐弟子登上少主之位，共同建设家族。好啦，先去见一见族脉里的亲人，想必你爷爷他们也是很想见到你。这就是老夫的那位孙儿吗？果真有先人之姿。爷爷，好，
萧儿是吧？放在外面的事情，我们这些老家伙都看到了。不错，真的不错。不仅是先天圣体道胎，修炼境界也如此妖孽。你可比当初天涯那小子厉害多了。云天涯的儿子，当真不赖。晚辈云霄见过谷祖。免礼。小儿你的实力能轻易镇压云玄虚，那么在8大地族天骄中，你差不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了。谷祖谬赞了，晚辈的实力还有待进步。好了，原本少主之位悬而未决，现在以萧儿你的表现，当是毫无疑问。择日便举办少主大典吧。到了，弟子大人，那就是少地宫。弟子大人，玉生就先退下了。玉生姑娘，若不介意，你就留下来吧。反正如此大的地方，给我一个人住也太过浪费了。要我留下来？难道是？弟子大人叫我玉生即可。不知若在9块封神碑上全部登顶榜首，会有何奖励？好了，你们准备好后，便可以踏上去了。世界本源的威压。云霄并非是刻意在抵御威压，而是在尝试分解，融入那本源之力。不愧是天涯的儿子，虎父无犬子。先天圣体道胎，难怪了，为何云霄弟子会如此妖孽？原来是因为这种举世无双的体质。原来如此，我拜的不远。果然，大千世界虽然大，但和真正的单体宇宙相比，还是差了太多。云氏地族后人参见先祖。如等，到底是谁？不知先祖此言何意？汝等体内虽有无族血脉，但却不是那么简单。晚辈名叫云霄，的确是云氏嫡系正统，这毋庸置疑。当然，先祖也可称呼晚辈为君逍遥。这血脉气息还有君姓，难道那一族吗？我云氏地族可曾与你们一族产生过节？自然是没有，晚辈对云氏地族更是没有丝毫不利的想法。汝等对云氏地族是何态度？云氏地族不负我，我必不负云氏地族。甚至，我还愿意帮助云氏地族真正成为无边界海的最强势力，而君家也会成为云氏地族最坚定的盟友。身怀君家和云氏地族双重血脉，更是先天圣体道胎，你日后前途无量。既然你真心对待云氏地族，那吾也必然对你有所回报。你可以随意调动变化云海宇宙的本源，同时云海宇宙的气运也将加持在你身上。吾能预感到界海的风波将起，岩石的黑火将从无人区的尽头吹来。之前有三皇镇压，而这一次呢？这一世的大变革，也是决定我云氏地族日后走上巅峰，或者跌落深谷的重要时刻。此子会是那个命定之人吗？少主他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小儿，怎么样？幸不辱命。好，好，好！继天涯之后，小儿，你将是我云氏地族新生代的顶梁柱。我云氏地族的诸多资源，只要你有需要，直说便可。我怎么感觉少主的气息又强大了不少？时间转瞬如白驹过隙，君逍遥在云氏地族已经待了1年。在这1年时间之内，君逍遥很低调，甚至很少走出地宫。 1年了，还是没有关于圣衣界的消息。看来
还是只能让我亲自寻找。玉生，你的琴艺修为又见长了。让少主殿下笑话了，玉生的琴艺修为远不及少主。我弹琴不过是爱好罢了，之前有人教过我。对了，少主，最近有一个消息。啊，什么消息？澹台地族的一位古祖将要举办寿宴，之前有澹台地族来人想要邀请少主前往赴宴，还说想要当面答谢少主一番。也罢，闭关修炼1年了，刚好出去放松一下心情。已经邀请了云氏地族吗？没错，若无意外的话，那位云霄少主应该会前来赴宴，毕竟是清玄小姐派人前往邀请的。天涯大帝的儿子，真的有那么非凡吗？此子先是登顶2块封神杯榜首，后又以最快的速度成为了云氏地族的少主。这个后生倒是有趣啊。是啊，此子天赋绝世，日后注定名震界海，刚好是清玄小姐的良配。黑火族群又有一些小动作了，想必未来的界海世界不会平静。如果真的是上古黑火重来，那哪怕是地族都有覆灭之危。就比如曾经的楚氏地族。在这种情况下，我澹台地族也的确需要结盟。云氏地族现在来看，的确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到时候怕夏侯地族也不会坐看我们倾斜向云氏地族。不过，国族大人，晚辈倒是觉得云霄此子前途不可限量，将来甚至有可能超越其父，到时候将再无其他地族比得上云氏地族，那时候我们再示好，恐怕就晚了。那先这样吧，可以先让清玄去接触一下，到时候让老夫看看天涯大帝之子究竟能出色到何种地步。不知君公子他是否会前来？不，我邀请君公子，只是想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而已，全没有其他意思。清玄表姐在自言自语什么呢？明珠，我看清玄表姐心神不宁，心里呀一定藏了什么心事。让我猜猜。明珠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清玄表姐，你思春了。你这小蹄子，找打！明珠果然猜对了。让我想想，莫非是清玄表姐在之前待着的那个下等世界里遇到了真命天子，就好像是说书先生说的贵族小姐遇到底层少年那样。难道我猜错了？莫非清玄表姐你在想的是那位云霄少主？哪里，才没有。是吗？那位云霄少主不是在封神杯救过你的命吗？一位强大、帅气又尊贵的少主。你这小浪蹄子！如果清玄表姐不在乎的话，那明珠可就笑纳了。哪怕只是能当云霄少主的妾室，都是一种福分吧。转眼1年过去了，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足以和8大地族的绝世天骄相比。清玄，我终于算是配得上你了。澹台地族的一位古祖要举办寿宴，这想必就是清玄会族里的原因。如果我现在去找他，不知他会露出怎样的表情？会喜悦吗？会开心吗？他是否也在思念着我？清玄，等我。玄月宫到，焚魂谷到，于是古族到，大千寺到。大千寺竟然也派人来了，不愧是澹台古祖的寿宴，这牌面简直了。稷下学宫到，
夏侯地族到！是夏侯地族的夏侯震，难道是云氏地族？难道那位传说中登上2块封神碑榜首的云氏少主会来吗？不过那位云霄少主可是天涯大帝的儿子，更登顶了神通封神碑榜首，哪怕夏侯震是夏侯地族的当世王者，估计也没有挑衅的资格吧。云霄少主，他今日若前来，我倒真想会一会。我等恭贺谭台族寿宴，祝谭台国族寿与天齐。多谢诸位赏脸，前来参加老夫的寿宴。君公子没来吗？啊，那位云霄少主没来吗？真可惜，人家还想见见那位少主呢。云氏地族云霄少主到！那位就是云霄少主，我的天啊，果真不似凡人。听说他在封神碑上留名是另一个名字，君逍遥。难怪能在形貌封神碑上名列榜首，真的是令人不得不服啊！师爷，太帅了吧！那位是云氏地族的天女云玉生，还有碧落王体云青林，他们可都是云氏地族年轻一代的佼佼者。现在看这个样子，怎么感觉变成了市民与追随者啊？他就是云霄。今日晚辈来的倒是迟了一些，还望谭台谷主莫要介意。我决定了，云霄少主就是我的新任男神。老夫怎会介意呢？天涯大帝的子嗣果真是人中龙凤。不过老夫倒还要谢谢你救了无车一脉的小家伙。多谢公子愿意前来，今日清玄也好招待一下公子，报答救命之恩。莫非谭台地族的这位娇女动心了？废话，怎么可能不动心？被云霄少主这等绝世人物相救，这是求都求不来的邂逅啊！多谢君公子赏脸前来，之前清玄还以为公子不会来了。怎么会呢？清玄姑娘邀约，君某自是乐意之至。云霄少主，请。多谢。难道这女子真有想法？云霄少主久仰大名，不如我们来为谭台谷主的寿宴助助兴如何？终于要碰上了吧？少主大人，那位就是夏侯地族的夏侯震，拥有震雷伏骨天赋，也曾在神通榜上留名过。